天可获得系统币，可以购买末世前所有的物品，青菜、猪肉、日用品，甚至是武器。只要攒的系统币足够多，什么东西都可以买。今日到账20元，请注意查收，余额25元。0点整，系统发放了第3天的每日系统币。虽然每天只有可怜的20元，但至少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唉，只是这系统币到底要如何兑换呢？我尝试过各种办法，家里的现金、金戒指、家居、家电，没有一样可以兑换的。次日一早，花几块钱购买食材，煮了一锅肉粥，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来人是隔壁邻居王萌，一名外科医生。小凡，你的伤口要拆线了。1周前，与父母外出寻找物资时遭遇打劫，为了掩护我，父母双双惨死。小凡，快跑！儿子，不要报仇，要好好活着。带着伤逃回家里，幸亏王萌及时治疗，将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萌姐，你来了，进来吧。刚进屋，突然他脚下一个踉跄，差点摔倒。你怎么了？我2天没吃东西了。我有点吃惊，他可是整个小区唯一的医生，靠着帮人治疗换取物资才活到现在的。刚煮的粥，你先吃点东西吧。那你怎么办？吃吧，我还有储备。王萌接过碗，感激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开始吃了起来。吃完后，他打开医用工具包，替我拆线。咦，你竟然还找得到药？以前出去搜物资的时候备着的。包扎的布你煮过消毒了吧？煮过的。行，一会儿会有些疼，你忍着点。没事，你拆吧。片刻后，处理完伤口。你怎么落到2天没有东西吃的地步了？5楼那个王老师记得吧？记得。他怎么了？他受伤了，腿肚子被划了一道20厘米的口子。那天他带回了一大袋食物，而他家里人都不肯拿出一点为他治疗。前2天他的尸体被丢了出来。我摇头感叹，那伤找到王萌还是能治的，但是也明白免费治疗的口子不能开。父母在世的时候一直很关照他，所以我是唯一一个得到他免费治疗的。越来越多家庭放弃救治，我本来就没有囤积食物，少了唯一的食物来源，所以2天前断粮了。萌姐，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如果没人找我医治，我打算找小区里的队伍出去寻找物资。我这几个月只在小区里活动，对外面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接纳我。王萌心里清楚，没有医院的设备，药物也用完了，他在团队中的作用有限，甚至自己的美貌还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如今我拥有了系统，王萌还是相识多年知根知底的人，而且末世我需要一个医生在身边。萌姐，留下来吧，我储存有食物，而且我伤快好了，到时候我出去找物资，你照看家里。听到我的话，王萌压抑已久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他的父母失踪后，这个小区里他唯一能信任的只有我。小凡，谢谢你。嘿嘿，整个小区找你治疗你都收费，唯独我是免费的，就冲这个我都不能看着你出事。搬过来吧，2个人一起住还能省很多柴火。我这就去收拾东西搬过来。王萌住进来后，一整天都在劈柴、做饭、整理房间，贤惠的像个小媳妇。晚上劳累一天的王萌早早就睡了。我将要入睡的时候，一道兴奋的系统提示音响起。今日系统商城到账40元，请注意查收，当前余额48元。我操，竟然涨了！兴奋之余，我开始分析这钱怎么来的。系统不会无缘无故增加，肯定有什么规律。思考片刻，我想到了王萌。难道是收留王萌的举动，让系统提高了每日金额？次日，我装模作样的从另一个上锁的房间拿出从系统购买的五花肉和白菜。接过食材的王萌愣了一下，因为白菜新鲜的不像冷藏的，五花肉甚至还有些余温。庆祝你入住的第1天，1天吃这么多，会不会太浪费了？这是我们1顿的量，放心吧，食物储备没问题，我不会胡乱挥霍的。那就行。惊讶归惊讶，他没有多问，老老实实开始做饭了，这一点我很满意。我待会儿去找他们借电源充电，你在家里等我。充电的目的是为了打开手机里的离线导航。当初父亲记录了一些物资地点，想加入其他有车的队伍出行，必须拿出自己的价值。这些物资地点就是投名状。用我跟你去吗？不用，3栋的人没什么问题。吃过饭，我来到3栋304号房，充满1次手机电量，支付了2斤肉，贵得离谱。我自己可以从系统商城买充电宝的，但是价格能买10斤肉了。至于发电机，最便宜也要1000多吧，还不如存够钱买一把枪实在。刘叔，3栋现在状况如何？大迁移走了1/3，末世初期留下来了200多人，现在还活着的不到50人了。他口中的大迁移指的是3个月前，官方专家判定此次灾难将持续至少几十年，于是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举国大迁移，目的地是赤道线的那些国家。官方在前面开道，想要跟着走的民众必须拥有通过性更好的越野车，而且必须是燃油车，还要自备这一路上所需的食物。你们3栋这么团结的情况下，竟然只活下来不到50人。团结意味着累赘多，能出行的车太少，弄到的物资平均分下来，有时候还不如你们单打独斗的。我2人闲聊了一会儿，回到家拿纸笔记录了地图上标记的物资点。第2天一早，
我来到了小区大门。你好，你们团队收人吗？我6栋的。赵叔还记得我吗？我是6栋的陈凡，我能跟你们出去吗？我获得的食物可以分一半作为路费。半小时后，我拦下了5、6批出行的队伍，每支队伍早已有着自己获取食物的渠道，大多数是不愿意与人共享的。突然，一个声音叫住了我：“你是陈凡吗？”是我，你是谁？待对方走近一看，7栋的徐亮。小时候大家还在一起玩，后来被我揍了一顿，就不再来往。我以为对方是来找茬的，做好了防备。凡哥，是我。我微微错愕，女孩叫白小冰，当初就是徐亮欺负她，我才出手教训徐亮。发什么愣？你不会觉得小时候的一顿揍，我徐亮那么记仇吧？你看，现在小兵还不是跟我们活得好好的？够坦荡。出去找物资吗？我们只有一辆破车，挤一挤还能坐一个，一起吗？行。徐亮身边其余3个男的我也都认识，如今也算是冰释前嫌了。冰封末世降临，我带领队员找到了第一个物资点鱼塘，还意外收获了大量冰冻鸭肉。凡哥，家里就你一个人了吗？外出寻找物资的时候，父母遇害了。你们家里人呢？我爸开凿冰层抓鱼的时候掉下去，我妈为了救他都死了。其余人也开始述说自己家里情况，都是死于意外或者伤病，唯独我的父母是被人杀死的。你们怎么会单独出来组队呢？我们启动之前，为了抢南区那片养殖场冻死的猪，跟一伙人打起来了，死了7、8个人。回去后又因为物资分配问题，大家闹掰了，后来分成很多个小队伍，我们跟那些上年纪的合不来，就自己组队了。末世半年，这种事情太普遍了。最近你们走哪个方向？往城东走，30公里外的那片树林收集点柴火，顺便开荒。所谓开荒，就是探索没人去过的地方，既辛苦又危险。既然组队了，我知道一个鱼塘，估计末世后知道的人不多。几人眼前一亮，很多小池塘被大雪覆盖后，白茫茫的一片，就连鱼塘主都不容易找到。凡哥抽烟，你还能搞到这玩意，不容易啊！大家都是年轻人，很快就聊到了一块。一晃3个小时过去了，来到了我说的地点。老规矩，子阳你在这里守着车。接着几人往里走去，雪地里找了半个小时，就在大家快扛不住的时候，我看到几根铁管立在雪地中。就是这里了，去捡一些柴火先恢复体温。大伙的身体暖和后，我开始按照记忆指挥几人开始凿冰。哦，鱼，看到鱼了。其余人围过去一看，这个1亩多的小池塘鱼还不少，接着更加卖力地挖了起来。白小兵则在周边捡柴火，准备给大家做午饭。凿冰工作量很大，每隔10几分钟就要到火堆边烤烤火。凡哥呀，凡哥快来看呀，我找到了呀！原来是白小兵捡树枝的时候，看到一根木头插在雪地里，用力一拔，竟然连带着一张网，里面是围起来的一群死鸭子。见到如此收获，几人更加卖力，一直忙到下午4点。每人背着几10斤的东西，没有人喊累，脸上都是收获的喜悦。东西太多，车子放不下，只能先埋进雪里，下次来拿。子阳，你去把我们刚走过的脚印掩盖一下，朝着相反的方向制作一些脚印。晚上8点半，几人才回到小区。今天的收获分成6份，各自带回家。大家回去后早点休息，明天我们早点出发，尽快把这些东西弄回来，免得夜长梦多。一天接触下来，我特地透露出自己有好几个物资点，让即将断粮的他们看到了生路，以至于我发号施令的行为没有任何人抵触，包括原本的主心骨徐亮也如此。回到家，王蒙帮我卸下背上的东西，没有因为获得食物开心，而是第一时间帮我检查了伤口。第2天醒来发现系统币果然又涨了，一晚上增加了140元。吃过王蒙做好的早餐就出门了。早啊，凡哥。等很久了。没多久，等了几分钟你们就到了。我拿出一双水鞋递给陈广胜，家里刚好多出一双，你换上，不然脚会冻坏的。谢了凡哥。水鞋从系统花30块钱买的，现在每天140元的收入，我不会吝啬给自己的伙伴买双鞋。我楼下有一户，估计你们都认识，几年前爬树摔断腿那小子。我知道啊，今年估计15、16了吧？怎么突然提起他？我是这么想的，外面有些势力很庞大，万一哪天我们遇到，要吃大亏。现在被称为末世，而我们人类是群居动物，各自为战肯定不长久。有条件的话，我想咱们应该把队伍壮大起来。我看着众人，观察他们的反应。我想带上那小子，我对他比较了解，人没问题。当然，最终还是你们拿主意。我明白，增加人口这事不能搞一言堂，更何况车还是人家徐亮的。我没意见，我觉得凡哥说的有道理。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凡哥，要不是你加入，昨天我们未必有收获。既然你说那小子行，那就行。但现在有个现实的问题，加上那小子就是7个人了，车坐不下了。车的事情我有办法，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行，都听凡哥的。得到大家统一，我立刻返回6栋，敲响曹子轩家的房门。凡哥有什么事吗？我跟6栋几个人最近组队出去找物资，想要壮大队伍，要入伙吗？我说完，里面安静了10几秒，然后房门打开了。
小凡进来再说吧。进屋后，一眼就看见阳台放着一具尸体。那是我老伴子轩他爷爷，想等着鬼天气过去了，我再把他埋了。我安慰了几句后，说出要带着曹子轩出去找物资的想法。谢谢你小凡，你是个好孩子。子轩，给你凡哥磕个头，以后你都听他的，听到没有？曹子轩听完，二话不说，立刻给我下跪。我想去扶，老奶奶拉住了我。最终我收完了这3个响头，叹了口气，带着曹子轩去找徐亮他们。今天少了开荒的步骤，相比昨天轻松一些。曹子轩为了表现自己不是累赘，没有拒绝我们减少重量的要求，硬是咬着牙跟几人一起搬到车边。回到小区已经是晚上7点多。子轩有事来找我，明天我下来敲你门，你再跟我出去，别自己出门。好，知道了，凡哥。回到家，享受王蒙烧好的洗脚水，外面突然响起敲门声。你是谁？我找凡哥，我是曹子轩。子轩有什么事吗？我没有开门，因为以前就有过利用熟人骗开门的事情。凡哥，我自己来的，我奶奶死了。我一愣，今天见到他奶奶就感觉有哪里不对劲，没想到他老人家是不想拖累曹子轩，把他托孤给自己。确保安全后，我打开门。你奶奶今天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我回去在阳台找到了奶奶，她抱着爷爷的尸体走的，这是她留给你的信。信里的内容跟我预料的一样，但后面却有一条让我吃惊的消息。这里面的内容不要告诉其他人。我知道的，所以我看完后马上来找你了。子轩，以后我就是你哥，坚强点，我们都要活下去。枪和燃油车就是末世生存最大的底气，我仅靠一把手枪就缴获了6辆燃油车以及大量物资。今天我想去天池山别墅区查看一下。不会太久吧？我担心天亮前赶不回来。去那边找一件东西，应该不会耽误太长时间。行，凡哥你安排就是。曹子轩的奶奶是一个富豪家的保姆，有一次搞卫生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自家雇主在别墅里藏有一把枪。末世发生的时候，那家人在外地，他猜想枪还在别墅里。平时去哪里弄油？鼎盛小区对面那个修理厂，知道不？有些印象。修理厂老板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很多油，现在周边的人都跟他买。去他们那里加油怎么收费？0.8斤肉换1升油。我听完在心里换算了一下，跟末世前的物价比例一样，也熄灭了我利用系统购买物资倒卖的念头。关于油的事情，我也正想跟你说，我家里还剩最后4桶油，只够800公里的路程了。明天我们要考虑加油的事情了。那家修理厂那么明目张胆的做生意，就不怕有人觊觎？修理厂里10几号人守着一个铁闸门，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招惹的。加上附近几公里内的人都靠他们加油，敢动他们肯定引起众怒。徐亮说的没错，就像王蒙，为什么那么久都没人动他一个道？即便给不了他食物，也不会允许小区里唯一的医生出事。不知不觉来到了天池山别墅区。凡哥现在咋整？徐亮、玉良跟我上去，其他人留在这里看车。3人背着3把消防斧轻装上阵，10多分钟来到了目的地。别墅早已破烂不堪，整个别墅区竟然没有一个完整的房子。末世降临后，有仇富心理的大有人在，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抢占富人区。是啊，住在这里就等于活靶子一样。我独自来到3楼主卧，推开吊顶角落的扣板，伸手一阵摸索。当手上传来一股金属质感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得手了。一把手枪，还有1盒子弹，安全感爆棚。凡哥，怎么样？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我没有隐瞒，从怀里掏出那把手枪，立刻迎来车内一阵卧槽声。即便有枪，也不敢保证我们能绝对安全，因为我们也不敢保证别的势力也有枪。大家不要因此放松警惕。明白，凡哥。大家的回答都很亢奋。很快，大家到了鱼塘，如之前那样分工明确。因为去找枪耽误了挖鱼的时间，返程时已经下午6点，天已经黑了。突然，意外发生，前方忽然毫无征兆地亮起了一排灯光。想要倒车，身后同样灯光大作。凡哥，咋整？拿上家伙下车，跑到旁边雪堆里。这一幕我太熟悉了，当初自己和父母就是被这样夹击的。对方总共6辆车，乌泱泱的下来了20多号人。见我们没走远，他们也不着急，检查完车内物资后，才不急不忙地向着我们这边走来。算你们识相，车和物资我们拿走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们，就站在那别动。说完，他看也不看我几人，派头十足的转身。而徐亮等人见我带头逃跑，以为只能眼睁睁看着车和物资被抢跑。就在他们对我失望的时候，我突然掏出手枪，一声枪响打破了这寒冷的黑夜。抢啊，还他妈继续抢啊！虽然第一次用枪，但是没有任何人距离又近，我一枪带走。卧槽，有枪！尼玛，快跑！他们哪里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前他们都是以人数优势，用手中的冷兵器欺负普通人。趁着我换弹，有1人逃到其中一辆车上，准备逃离。没想到那家伙一脚油门扎进雪堆里。嘿嘿，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愣着干嘛？你们2个过去把他带过来。从呆滞中被我叫醒的2人提着消防斧愤怒地冲了过去。
大哥饶命，我也只是听命行事，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不理会他的求饶，对着躲在车后面的人大喊：你们就打算这样跟我对峙一晚吗？出来吧！车后的那些人哪敢出来，隔着车辆一直喊话求饶。见状，我把徐亮喊来，对着他耳边低语几句。徐亮听后眼神发狠，点点头离开。只见徐亮上了一辆对方开来的车，一脚油门冲向了那群堵在车后的人，避无可避。那场而我也是一边上前一边射击，前后仅用了20分钟，这场遭遇战就此结束。地上20多具尸体，就连白小兵也亲手砍死了一个。我很满意自己的这支队伍没有怂货。徐亮，去把那辆陷进去的车拖出来。好，凡哥。小兵、子轩，去看看那3辆损坏的车，上面所有能用的东西都搬出来。好的，凡哥。广胜、子阳、玉良，你们3个去把这些尸体身上损坏不严重的衣服扒下来，不要浪费物资。好的，凡哥。众人得到我命令，各自分工做事去了。你们是哪的？特地堵截我们的？我们是附近运输公司的，趁着天黑出来堵截像你们这种落单的队伍。大哥，求您放了我吧，真不是刻意针对你们的。手，他话还没说完，就被我用匕首狠狠扎进太阳穴。打扫完战场，整理完战利品，晚上9点才开始返航。如今4辆车上，大家手中都有对讲机，一共缴获8个。徐亮，这台帕杰罗比你那台 H6 牛逼多了。你这不是废话吗？话说回来，要不是我这辆10几年的老 H6，我们早就饿死了。你丫的，当初求人像条狗，如今撸完嫌人丑。只论雪地性能，别激动吗？凡哥那台牧马人怎么样？改天换我开开。嘿嘿，明天起让你开刀吐。明天我们休整1天，把今天的收获整理一下。一场意外遭遇战，小队获得了3辆燃油车以及大量物资。明天我们休整1天，把今天的收获整理一下。凡哥，我和广胜今晚留下守着仓库，4辆车目标太大，我怕有人惦记。也行，有什么事对讲机随时喊话。好的，凡哥。回到家，见我一身血迹，王萌立刻扑上来查看。小凡，你受伤了，这么晚才回来，发生了什么？萌姐，我没事，路上出了点意外，都解决了。没事就好，饿了吧？赶快吃饭吧。看着美丽贤惠的王萌，我突然多了一份回家的意义。萌姐，明天跟我出去，给我那几个小伙伴的家人们都检查检查身体。第二天早上7点就被对讲机吵醒，其他伙伴哪能抵挡住那一堆物资的诱惑，早就去仓库等待了。几人整理完物资，围坐在火堆旁。冲锋衣17件，冲锋裤13条，长柄砍刀19把，80公分开山刀5把，短柄匕首11把，对讲机8个，备用电池17块，80公斤的压缩饼干，汽车维修工具2箱，一顶大型帐篷，各类户外厨具。白小兵读完物资清单，有了这些，我们未来一段时间只要把精力放在食物和柴火上就行了。大伙先回家休息，我跟徐亮拿机油去让修理厂帮我们保养，回来后再找大家。3公里外，叶星汽车修理厂，徐亮与对方交谈几句，然后把车开了进去。不知道修理厂老板去哪里弄来6辆油罐车，这伙人肯定知道一处隐秘的取油点，难怪能卖油为生。师傅，外面冷，到你们办公室里等行不？行，跟我进去吧。进去后，我愣了一下，改造过的房间温度竟然在15度以上。我们家中全套电暖气，为了维持发电机一直在工作，耗油的很。这样一套耗电不少吧？见我只是个小年轻，也刚好无聊，那人便和我聊了起来。交谈中得知一个震惊的消息，其他的房间都被他们拿来室内养殖和种植。师傅，你们老板是谁？我能见一见吗？没等他提出质疑，我又开口。是这样的，我在末世初期弄到了很多农作物种子，至今都在零上温度保存，但是我目前还没搞好种植设备，我想带一些种子来给你们种，确认我保存的种子留到现在是否能用，如果还能发芽，后面我们可以做交易，比如用种子跟你们买燃油。这时一个秃顶男人走了出来。我是这家修理厂的老板黄叶新，兄弟怎么称呼？陈凡。陈兄弟这边坐，阿明泡茶。得知我有种子，这群人态度立刻大转变。菠菜、生菜、芹菜、豆芽、萝卜我都有，一直有人照看着，就是为了室内种植而准备的。你有多少种子？很多，就是一直没有种植的条件。兄弟，不瞒你说，我们这里20多口人，当初那点储备快用光了，外面的人看我们活得比其他人好。其实我们都清楚，再这样下去都得死。老板很真诚，没有那么多弯弯绕，至于控制住我，然后压着我去拿种子这种事情，也只有末世初期的人才干得出来。如今的组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队友被控制，为了保住物资，组队人员可以不管被威胁的人死活。待会儿保养完，我回去带一些给你们。很快车子修好了，老板说什么都不要那1斤肉的手工费，但我还是直接丢下一条2斤多的鱼就走。10多分钟后，我再次返回，拿出了2包蔬菜种子。陈兄弟，这些真的免费送给我们吗？真的，如果种子能发芽，我们以后会经常合作的，就当见面礼了。从系统里花10几块钱就能得到这群人的友谊，对于我来说相当值得的。
回到小区后，我告知伙伴们要带着王蒙给他们家里的亲人检查身体。首先去的是白小兵家，他父亲2个月前冻伤了3根脚趾。接着是张子阳家，他家还有爷爷奶奶。紧接着是王玉良的母亲，所有人都对我一个劲的感谢。徐亮、陈广胜2人就没那么好的运气，直系亲属都已经不在了，状况跟我一样。中午在白小兵家，我从系统购买了将近200块钱的食材，团队小伙伴和他们的家人都叫来了，12个人坐在一起，难得的热闹了一番，一直吃到了下午3点。今天就暂时到这里，咱们一会儿去把仓库改造一下。缴获的物资有发电机和焊机，众人合伙把仓库改造完成。只要没有炸药之类的，别想撬开仓库的大门。一夜无话，第二天当我醒来的时候，系统再次给了我惊喜。恭喜宿主，羁绊人数超过10人，奖励升级，队伍每增加1人，每日奖励系统币100元，今日到账系统币1300元。回想当初每天20元的时候，一度还暗骂这系统太拉胯，嘿嘿，如今看来这挂它并不简单啊。接下来的3天，我和几个伙伴每天重复一样的事情，终于把那个池塘的鱼和鸭子全都偷。我的系统币也突破了5000。凡哥，我们又要准备燃油了。其实我知道一处加油站，城西郊区的山上，一般的车上不去，所以我打算明天去修理厂跟他们谈谈车辆改装。小凡，今天又有人找我治病，18栋的，是一个退伍军人，但他母亲的症状应该是肺炎，我也没办法。起初我并没在意，当听到对方身份后，心里有了其他的想法，能让训练有素的军人加入队伍，才能加大报仇的成功率。随即跟王蒙咨询这种病怎么治。听他说发病是这2-3天的事情，乐观的话末世前卖几10块钱的抗生素就能治好，如果严重的话就没办法了。药的名称你记得吗？王蒙说出了2种药的名称，我装模作样的从上锁房间拿出了那2种药，与对方寒暄几句，得知对方妻儿、父亲都已离世，就剩下一个母亲。我能支付的治疗报酬只有这1斤大米了。不用，我们不缺这点。既然你已经没有食物，为什么还要拿来救你母亲？以前我把一切都给了祖国，从未尽过孝，如今我只剩母亲了，我不能让她死在我前面。在场的人被他的这句话深深触动。半个月前，我父母和他父母运输物资回来的路上被人盯上，他们都死在那次冲突，只有我活着逃回来。那伙人是催债公司的。那帮人我知道，听说他们手中还有不少俘虏，大多数都是女性。我有办法搞到一批枪，我需要一些你这样的人跟我去灭了那伙人。反正迟早都是死，在死之前能除掉那伙人，我没问题。谁说迟早都是死的？我有办法熬过这末世，至于是什么方法，现在还不方便说。求陈先生救我母亲，今后我周显德这条命就是您的。我与周显德的一番话，也让徐亮几人明白，为什么每次我都只带曹子轩去练枪，原来我们有共同的仇人。凡哥，把我们当外人了是不？如果你要去报仇，算我一个。还有我也去。我对众人点头示意，然后掏出最后一个对讲机递给周显德。这个你拿着，这段时间先跟我们去搜索物资。好。走之前留下了一些食物，10斤大米，2只鸭，5条鱼。儿子啊，小凡是个好孩子，受了他的恩，以后要好好报答人家，听明白没？妈，我知道怎么做。凌晨，赞上周显德母子，系统准时给我发放了1500系统币。我打开武器列表 ，AK-47 3500元一把，让我心动不已。再存上一段时间系统币，就可以考虑报仇了。白天，与伙伴们把4辆打造完防滑链的车都开回了车库。凡哥，有了这防滑链，我们可以去很多没人开发过的区域了。明天咱们就到郊区的那个加油站看看，你们都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和广胜家里都没人了，这些天都在车库住的。闻言，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或许可以把大家都聚在一起，打造一个避难所，改善生活环境的同时，还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回到家，打开系统，果然有避难所，但是看到价格后，我果断放弃。一套避难所上百万系统币，我得攒到猴年马月，看来得想其他办法了。极寒末日降临，我觉醒了贩卖机系统，队伍每增加1人，就会增加每日系统奖励积分，50积分就能吃到1顿火锅，500积分就能加满1箱汽油，2000积分就能换到1把武器。别人还在饥寒交迫，而我的末日生活才刚刚开始。一行4辆改装车来到城南水库，因为位置偏僻，道路崎岖，让众多探死队伍望而却步。子阳的牧马人先试试，大家在这里等。虽然装了防滑链，但是坡度太大，经过了半个小时，终于第1辆车成功上坡，剩下的就简单了，只需要把牵引绳链接起来，拉着后面的车重复操作，就把剩余3辆车一并带上来。凡哥，有几棵树上都发现了绑过绳子的痕迹，看来已经有人利用这种方法上来过。接下来的6公里，众人花了3个多小时才开到水库边。来到这里才发现有一支车队再次驻扎，看得出来对方的车停在这里很久了。你好，朋友，我可以上前说话吗？一个人过来就行。我们没有位移，被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你们来这里多久了？半个月了，好在这个水库有足够的鱼，我们才能维持到现在。进来的时候有个300米左右的下坡路，的确很陡；回去的时候是上坡路，以他们的车想上去的确没法办到。目前我们挖出来600斤左右的鱼，能帮助我们脱困出去的话，分你们一半如何？行，不过我要先看一看情况，我们走的时候带上你们。10几分钟后，水库旁的小屋里，所有人围坐在火堆旁。我已经了解到，这伙人为首的叫秦月，末世前是公交公司车队队长，其余人都是同一公司家属楼的幸存者。带我去看看你们开凿挖鱼的地方。进山的路难走，挖掘难度大，早知道我们就不进来了，真的得不偿失。种种迹象表明，秦月没有撒谎。就在我打算帮助他们返程，换取300斤鱼作为报酬的时候，这群人吵了起来。没有车出去以后，我们怎么活？我宁愿待在这里。秦月，你要出去，这300斤你自己出。哼，我们的那份你不要动。出去后还能想其他办法，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外面的家人你们不管了吗？那也不能是300斤鱼，我们辛辛苦苦挖了10几天才的这么点收获，凭什么你一句话就要让出去一半？陈先生让你看笑话了，我先解决自家问题，您稍等。现在回去还早，我沿着水库逛一圈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收获，你们商量吧。哼，不就是送我们出去一趟吗？竟然要分走我们一半的收获，你简直毫无人性！一个巴掌重重地打在那名撒泼的妇女脸上。我们之间的争端关陈先生什么事情？秦月虽然打了他，但本意是保护他，毕竟我手里的枪进屋之前就露了出来。秦月，你这王八蛋，这种时候你不帮我们说话，还向着外人，哼！老娘跟你拼了！为了安抚我，秦月一伙人动手把他摁住。见那女人的惨状，我也只能苦笑摇头离开小屋。秦月立刻追出来道歉，希望陈先生不要跟一妇人计较，这世道太容易把人逼疯了。我没那么小气，3点之前如果你们要走，300斤鱼准备好。说完，带着几人开车沿着水库边逛了一圈。回到小屋，秦月等人已经准备好。陈先生，刚才是我激动了，请您不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本就没当回事，一笑了之。傍晚，来到公交公司家属楼搬物资的时候，秦月来到我身边。陈先生，我们的车不能丢在那里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生存了。明天能否再送我们进去？5天后在这里同样付给你们300斤鱼如何？我想了想，点头同意，然后带着团队离开。月哥，为什么送我们进去一趟还要花那么多鱼？我相信随便找一个有能力进去的队伍，花180斤鱼就行了。你懂个屁！他们完全可以把我们都干掉，独吞那些鱼，可他们没那么干。而且明眼人都看得出我们有近1000斤的鱼货，实际只给了300斤。你们以为陈先生不知道吗？他根本不屑我们这点物资。我提出这条件就是为了能跟陈先生进一步打好关系。月哥，你有什么想法？接下来我们还会跟陈先生接触，我找个机会带着大家加入他，你们怎么看？听秦月这么一分析，众人纷纷表示赞同。晚上0点，还是获得1500系统币，显然与秦月的这种关系不符合系统的奖励要求。花费5000购买了3把手枪、6个弹夹。极寒末世降临，我攒够2万积分作为筹码，准备在拍卖会与2大家族争夺终极避难所。凡哥，这火锅是认真的吗？咱这一桌子食物拿到外面能换至少10箱方便面了，真是奢侈啊！我拿出昨晚购买的3把手枪。徐亮、广胜、周哥一人1把，明天让周哥带大家去练习如何使用枪支，以后我们这些核心人员都能配枪。凡哥，你哪里弄的？枪的事，时机合适我会告诉大家，我能保证大家饿不死，现在也要保证大家的安全问题。酒足饭饱，说出了今天聚餐的第2个议题。我们这样东一家西一户的，不仅不安全，也很不方便。我想把大家集中起来，造一个避难所。凡哥，我也早有这个想法了。其他势力都是聚集在一起生存的，不仅节省供暖柴火，留在家里的人也更安全。这段时间我们出去寻找物资的时候，我留意了一些搬家地点，1公里外的那个中鼎购物中心最为合适。那里我知道，但是有一个问题。周哥，什么问题？3大势力听说过没？白家和齐家，末世前都是本市豪门家族，末世初期靠着雄厚的底蕴招兵买马，储备物资，现在依然过着奢靡的生活。还有一个李家，比较神秘，掌控着末日拍卖行。这3个势力倒是听过，但是和我们建造避难所有什么关系呢？周哥，你接着说。我之前给白家的大公子做过保镖，白家和齐家表面和气，背地里却是摩擦不断。虽然现在是末世，但是很多场所还是有归属的，比如刚才说的中鼎购物中心，就是白家管辖的。也就是说，咱们想在那里建造避难所，需要白家的同意。是的，这种地方物资早就被转移，不怕有人去搜，但是白家不会允许有人把那里占为己有。周哥，那对于建造避难所有没有什么办法？白齐2家都是些仗势欺人，
背信弃义的家伙。李家虽说神秘，但是口碑很好，他们拍卖行总是会上一些非常稀奇的拍品。之前就有人用3头活猪拍下了一个小型避难所，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拍卖会看看。第二天，我开始为拍卖会做准备。最近的一场拍卖会将会在10天后举行，正好这期间可以多攒一些系统币作为筹码。这天晚上，系统给了我一个意外惊喜。恭喜宿主系统币达到2万，奖励一次抽奖机会。抽奖竟然还可以抽奖，嘿嘿，开始抽奖。恭喜宿主抽中3选1奖励：1. 获得空间戒指1枚，容量100立方米，空间内时间静止；2. 获得体质增幅药剂，身体各项机能增长3倍；3. AK-47把，配备100个弹夹，请宿主做出选择。都是好东西啊，可惜只能选一个。系统每增加2万系统币就可以抽一次奖吗？宿主需要达到随机特定条件才会触发抽奖。好吧，那就选空间戒指吧。嘿嘿，这可是末世大哥标配，最实用的东西。10天后，如期来到拍卖会，只带了周显德、徐亮2人进入会场，其余人在场外等候。你好，请出示邀请函。不好意思，我们第一次来，不知道需要邀请函。没有邀请函不可以进，请你们回去吧。那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获得邀请函呢？需要验资，储备物资达到5000斤以上，或者拥有一定规模的可再生资源。就在这时，远处走来一伙人，拍卖会经理屁颠屁颠的迎了过去。白公子，您来了，快请进。今天都有什么拍品啊？有个神秘人拿出了一套终极避难所作为拍品。终极避难所，这可是好东西啊！白大公子，好久不见了。齐宇，你也来了。听说今天的拍品可是有好东西，我齐家怎能缺席？周哥，这就是你说的3大势力的齐家和白家吗？是的，那2位是各家的大公子，别看表面客客气气的，背地里不知道想着什么主意弄死对方呢。看他们的样子，都对那个避难所挺感兴趣啊。是的，末世前有很多富豪或者末日论爱好者建造了很多避难所，如今末世降临已经半年，避难所按规模被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能拿出来拍卖的，无论什么等级，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看来今天想拍下这个终极避难所，难度不小啊。先生，你们连邀请函都没有，会场都进不去呢，恐怕无法参与竞拍。那就让你们的验资团队跟我的人回去验资。这段时间积累的冻鱼、冻鸭加起来足够5000斤。1小时后，验资团队传回消息：这位先生，您的资产达到入场标准，您请进。先生们、女士们，欢迎参加第19届末世拍卖会。本次拍卖会共有9样拍品，主持人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其中有2件非常难得的拍品将在最后展出。现在开始竞拍第1件拍品。新辉集团总裁慕容小小，集性感、冷艳、智慧于一身。想象一下，曾经的商业女王给你端茶倒水、按摩捶背，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现起拍价500斤物资。台上一个美女被关在铁笼里，目光呆滞。人竟然也能拿来拍卖？是的，这种情况时有发生，但都是末世前的一些名人、明星之类的，女人居多，以满足末世后人们的变态需求。说话间，竞拍价格已经喊到了1000斤。末世前新辉集团可是咱们的死对头，没想到慕容小小竟然被拿来拍卖了。我白家出价1500斤。白家出价了，看来没咱们什么事了。是啊，这慕容小小被白家拍下，凭借2家多年的恩怨，下场肯定很惨。我的目标是避难所，本不想参与这些，谁知一道声音响起：恭喜宿主触发随机任务，任务要求于拍卖会拍下慕容小小，奖励宿主抽奖机会1次。不是吧？我拍下这女人有什么用？我又不是精虫上脑。抽奖机会倒是挺诱人，但我筹码本就不多啊。此时，主持人在台上叫价：1500一次，1500两次，1500。我出2000。哦，这人是谁？竟然敢和白少作对？没听说过这号人啊！小子，你什么意思？是要与我白家作对吗？拍卖会向来都是价高者得，请问这位白公子，我是不可以出价吗？好，既然敢这么跟我说话，你成功的激怒我了。主持人，我白家出2500斤。不愧是白家，竟然用2500斤物资拍一个女人。是啊，虽说这是个顶级美女，但在这末世里远没有物资实在，更何况是这么多物资。我出2600。3000。白少，不要冲动，咱们这次的目标是避难所。白泽也冷静下来，家族这次总共拿了3万斤物资，势必要拿下这个避难所，现在只能保存实力。此时的我也很慌，仓库也就5、6千斤的物资，2万系统币也就能够买2万斤左右的物资，现在消耗越大，后面的竞拍就越难。这位先生已经出价3000斤，白少您还加价吗？哼，不加了，小子，你等着，得罪我白家，你会后悔的。3000一次，3000两次，3000三次，成交！恭喜陈先生拍得第1件拍品。徐亮2人一头雾水，忍不住开口：凡哥，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物资换一个女人呢？我一时也不知道如何解释。放心吧，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此时台上正在展示第二件拍品，一台悍马 H2 大型越野车。对车没有需求，我索性打开系统面板。恭喜宿主完成随机任务，奖励抽奖1次。可不要让我失望啊！我可是付出大量物资，还得罪了一个大家族。恭喜宿主抽中3选1奖励：100箱矿泉水，2 AK47 10把配100个弹夹，3优质小麦种子10箱，请宿主做出选择。我毫不犹豫选择了10把 AK， 直接收进了空间戒指。至于矿泉水和小麦种子，我在系统商城完全可以直接购买到。此时场上主持人开始介绍第4件拍品。这是一把 AWM 狙击步枪，配备100发 8.6毫米马格南子弹，有效射程1500至1700米，起拍价2000斤物资。2100斤，2200斤，2500斤。仅仅片刻，价格已经叫到了3000斤，而且仍在不断加价。狙击步枪射程远，威力大，虽然冰雪天气实用性不高，但有着很强的威慑力。是啊，如果谁的对手有这个东西，恐怕觉都睡不着。此时狙击步枪已经被齐白两家公子加到了5000。白泽，这个东西你不要跟我抢。齐宇，你放弃吧，这把枪我势在必得。白泽说话间，狠狠地朝我这里瞪了一眼。合着这小子抢这把枪是打算对付我的，嘿嘿，那我可得让你付出点代价。我出8000。极寒末世降临，我攒够2万积分作为筹码，准备在拍卖会与2大家族争夺终极避难所。你今天是要把我白家得罪到底吗？白公子，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你拍这把枪就是想对付我，我这也是为了自保，无奈之举而已。白泽气得浑身发抖。此时齐宇竟然开始拱火。白泽，你不说你是在必得吗？怎么不加价了？这齐宇竟然想坐山观虎斗。哼，齐宇，你闭嘴！我出9000。1万，我只能出到1万了。白公子，你再加价，我可就不跟了哦。你有这么多物资吗？拿不出物资，拍卖行会处置我，这就不用你操心了。11000，这把枪归我了。咱们江海什么时候有这么1号人物了？竟然敢跟白家对着干！是啊，这把枪最多就值5000，现在竟然被加到了1万多。就在这时，我再次开口：12000。略，你不是说不加价了吗？嘿嘿，我耍你的大傻子！而且我告诉你，这把枪的第1发子弹我一定送给你。白泽不由打个冷战，齐宇则是在一旁暗自发笑。白泽这家伙竟然在此人手里连续吃瘪，斗吧，斗吧，最好是2败俱伤。13000，你继续加。14000、15000、16000、17000，成交，让给你了。随着落锤声响起，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白泽清醒过来。不对，不是这样的，这小子使诈，这不算数，重新拍。哼，白公子，你什么意思？我们拍卖会的规矩你是了解的，你想不守规矩吗？白泽知道此时不能再得罪拍卖行了，不然自己就3面受敌了。我没有，我认了。小子，拍卖会结束就是你的死期。小凡，我们这么招惹白家，不太好吧？惹了1次，也不怕惹第2次。一会儿拍卖会结束，马上找到广胜他们，做好战斗准备。放心，我有秘密武器。接下来几件拍品我都没有兴趣，直到第8件。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压轴拍品——终极避难所。地上地下共5层，实用面积1000平米，可容纳30至40人居住。屋内配备恒温系统，太阳能发电，防御等级 A 级，攻击等级 C 级。起拍价2万金物资，起拍就2万，咱们这些小角色只能看看热闹喽。在场的各位筹码估计都所剩无几了吧？我出2万，有人还能加上价，我齐家自动弃权。白泽顶多就剩1万，其他人更是不足畏惧。至于那小子，我不信他能有超过2万斤的物资。齐宇信心十足，仿佛终极避难所已经是囊中之物。嘿嘿，怕是要让齐公子失望了。我陈凡出价20100。什么？加100？你只加100？齐公子不是说了吗？有人加价你就弃权，也没说不能加100啊。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刚得罪完白家，现在竟然也敢跟我作对。好，我齐宇说话算话，不再加价。哼，小子，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除了会场，我直接抢回来。今天老爷子可是把齐家武装小队都交给我。齐家弃权，还有没有人加价？主持人开口询问，他也没想到压轴拍品竟然只拍出了起拍价。既然没有人加价，此拍品归陈先生所有。接下来最后一件商品是一张地图。据说地图标记的地点有大量物资以及一个武器库，但是地点过于险峻，且内置机关，至今无人探索成功。起拍价2000。最后一件拍品竟然是个藏宝图，这谁敢躲啊？还有机关，弄不好花了物资，还把小命搭进去。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地图最终还是被齐宇花了8000金物资拍下。今天的9件拍品已全部拍出，之后拍卖行会与各位交接，请各位遵守拍卖行的规矩。
不要在场内惹事，有任何私人恩怨，除了拍卖行自行解决。看来接下来会是一场恶战啊！来到外场，我从空间拿出10把 AK 分发给众人，然后从系统购买了2万斤大米放入车里，加上部分冻鱼，足足23100斤。兄弟们，这些东西之后我会跟大家解释。小凡，你说的秘密武器就是这个？是的，周哥，你当过兵，了解枪械，先带大家熟悉一下。然后带着物资回到拍卖行，工作人员查验完物资后，陈先生，您的这些大米从哪里来的？什么意思啊？这些大米不能用来交易吗？不，您误会了，您的大米非常优质，末世后已经很少能找到这种品质的大米了，都是以冻肉为主。坦白说，您这些大米的价值完全可以用来做我们拍卖会的拍品。那兑换成物资的话，比例是多少？可以给您1比5的比例，2万斤大米可以兑换成10万斤的普通物资，或者交给我们作为之后的拍品，我认为能拍出更高的价格。与主持人交谈了许久，将剩下的大米都留在这里，作为下次的拍品展出。陈先生，您今天招惹了700两家的人，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在拍卖行外面埋伏好了，就等你出去了。没事，2个蝼蚁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说完，带着众人离开。此时角落里走出一个人影，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必要的时候可以暗中给他提供一些帮助。好的，老板。我在末世拍卖行用大量物资拍下了一座终极避难所，同时也招来了2个大家族的报复。小子，你终于出来了，我以为你会一直躲在拍卖行里呢。你们这些废物，我还没放在眼里。在拍卖行里拿你没办法，出来了你还敢这么嚣张？哼！老实点，把终极避难所交出来。白泽，这个避难所是我齐家的，你就不要插手了。齐宇，我劝你还是滚远点，不然我不介意连你一起收拾。好你个白泽，你还敢跟我动手吗？我说2位，你们尊重一下我这个当事人好不好？好歹问一下我的意见啊！小子，无论你耍什么花样，你今天都必须死。你怎么就这么确定死的一定是我？你难道忘了我拍下的狙击枪吗？现在已经对准你的头了。哼！只要我愿意，可以立刻打爆你的脑袋。有本事就开枪啊！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好，既然你找死，那我成全你。大强，动手！白泽话音刚落，一声枪传来了，但我还好好站在原地，倒在地上的却是白泽的保镖。大强，你在干什么？你特么往哪打呢？嘿嘿，看样子白大公子的狙击手不是很准哦。哼，你别嚣张！大强，给我杀了这个混蛋！接着又是2声枪响，2名保镖应声倒地。怎么回事？你到底在干什么？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出了拍卖行，我就让周显德去找狙击手的位置，轻而易举地抢占了对方的武器，重新架起了狙击位。不好意思啊，现在形势好像发生了转变，我变成了猎手，而你们成为了猎物。白泽，我们合作吧，这小子太邪性了，先搞定他再说。好，先合作。说完，2方人员举起武器，朝着我们冲了过来。拿武器，动手！几人齐刷刷地掏出 AK， 虽然都没训练过，但是距离近，人员又密集，一瞬间就倒下一片。其余人第一时间找掩体躲了起来。他们怎么有这么多 AK 死机，完全近不了身啊！这该怎么打？能活下来就不错了。面对强大的火力，所有人无心恋战，纷纷逃命。片刻后，一地尸体，可惜齐宇和白泽被保镖掩护逃走。嘿嘿，凡哥，这玩意太他妈爽了！别嘚瑟了，此地不宜久留，先撤退吧。另一边，一群人逃到一栋废弃大楼。他妈的，这不科学啊！我们华国向来禁枪，而且大迁移的时候，官方把武器都带走了，如今能有把手枪都可以横着走。白泽，你真是窝囊，狙击枪还没捂热火就被人抢走了。齐宇，你也好不到哪去，一直煽风点火，最后不也被人把避难所抢走了？看你回去怎么跟家族交代？哼！齐宇冷哼一声，对着外面招了招手，接着走进4个全副武装还持有手枪的人。齐宇，你要干什么？当然是要你命啊！要我命？你不怕引起2家开战吗？杀掉你，我嫁祸给那个陈凡，让你们和他斗个你死我活。多完美的计划！别杀我，齐宇，我以后不跟你斗了，你放过我吧。跪下给我磕100个响头，或许我会考虑饶你一条狗命。好，我磕。真是天真了，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可能放过你？小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太匪夷所思了。自从我爸妈死后，我重伤逃回家中，濒临死亡之际，突然觉醒了一种能力，可以凭空变出食物、药品。跟你们组队后，我的能力又得到了提升，变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已经100%确认，我的这种能力是随着人数相随的数量增加而增加。我犹豫再三，决定以超能力的说法公开自己身上的秘密。大家一起生活，身上的秘密迟早有一天藏不住。凡哥，真是太酷了！太好了，小凡，我们有希望了。之所以告诉大家，是因为我的这个能力能感知到大家是否真心跟随，
要不是这样，我也不敢所有人都告知。这是你们的真诚换来了我的信任。小凡，你放心，你是我们的希望，我就算豁出性命也会护你周全。对，凡哥，你就放心吧，咱们大伙自从跟了你，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你比我们的命更重要。所有人都很兴奋，看到大家的真情流露，我心里一块大石也终于落下。今天咱们遇袭，虽然靠着强大火力取得胜利，但是保不准之后会不会遇到更难缠的对手。周哥，我想组建一个武装小队，由你来担任队长。行，小凡，听你安排。对了，我还有一些之前的战友，如果有需要，我想办法联系他们。那太好了，今天你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多一些你这种战斗力强的，咱们大家也更有保障。系统任务让我在拍卖会高价拍下了一个美女总裁，没想到竟然有意外收获。你为什么要拍下我？难道跟那些人一样，是那种龌龊的想法吗？我有我的原因，但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现在就可以离开了。什么？你要放了我？不然呢？留着你，我还要多承担一个人的物资消耗。好，谢谢，以后有机会我会报答你的。慕容小小抱着疑惑的态度，小心翼翼地走出房间，一直走了很远，也没有人阻拦他，不禁疑惑：他拍下我，又把我放了，他到底图什么呢？拍卖会跟白家作对，而且能全身而退，或许他能帮我报仇吧。另一边，我带人来到拍卖行拍下的避难所，楼上楼下转了好几圈。凡哥，这也太豪华了，应有尽有，关键是温度竟然有20多度，好久没这么温暖过了。我看了，这个避难所的防御堪称顶级，想从外面突破进来，寻常的枪炮根本办不到。我有个想法，我打算以这里为中心，扩建避难营地，让更多的人在末世里活下去。系统奖励是人越多越好，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一定是有道理的。或许我就是天选的救世主。凡哥，人多了以后，如何保证你的金手指不被发现呢？避难所后面就是购物广场，我们把它封锁起来，让后来的人认为物资储备在那里就行了。这个办法好。我身上的秘密迟早有一天藏不住，只要我们足够强大，就不用担心别人的觊觎。小凡，我联系到了3个信得过的战友，有他们在，更能保证你和大家今后的安全。还有你父母的仇。周显德没有忘记当初对我的承诺。周哥，既然是你信得过的人，就联系他们过来吧。大家一起商议了扩建避难所的一些事项，还有前期需要的建筑设计人员，以及生活必须的种植、养殖、医疗、机械维修等等。明天我们就先发布招聘信息，2斤食物换取一个成年劳动力10个小时的付出。食物包括60%的大米，20%的肉食，20%的素食，成本大约9系统币，足够一家3口1天的伙食。返回仓库的时候已经傍晚。小凡，你们走后没多久，那个慕容小小就找了回来，说想要见你。走，去看看。不是放你离开了吗？为什么回来？我想留在你这里。给我个理由，我这里不养闲人，而且你看到了，我也不缺女人。我有一个秘密仓库，里面有足够多的食物，以及一批热武器。你有这些东西，想为你卖命的大有人在，为什么会被抓去拍卖了？是我的未婚夫，为了得到这个秘密仓库，不顾多年的情分，策反了我手下的人，抢了我的藏宝图。但是没有我，他们进不去，我死也不配合，一气之下把我送到了拍卖行。藏宝图难道就是拍卖会最后的那个拍品吗？是的，我父亲坚信末日论，一直有储备物资、武器。嘿嘿，齐宇花了8000金物资换的藏宝图，结果让我捡到现成的了。另一边，齐家别墅里，小雨，你拍回来的这个藏宝图不会是假的吧？不会的，拍卖会不可能用假货来骗人。明天我再带一队人去看看。白家别墅里，白庆军一脸严肃，查没查出来少爷到底是怎么死的？老爷，听逃回来的人说，那天出了拍卖行，少爷堵住了拍下避难所的人，没想到对方火力太猛，一个照面就被打散了。少爷被发现时头部中枪，应该是被对方找到后杀害了。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通过拍卖行里咱们安排的人打听到了那个终极避难所的地址。好，你去安排。哼，我要为我报仇雪恨。接下来的几天，徐亮等人忙碌着招聘劳动力，还成立了避难所交易中心，所有人都可以拿各种建筑材料来换取食物。一是节省人力外出寻找物资，二是更快的把避难所名气打响。今天加入了8人，留下7人干活，有一个被我赶走了，因为完全不会做事，浑水摸鱼的。目前已经有6车建筑材料拉回来跟我们交易。我点点头，人数比自己预期的少，不过没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避难所的传播，人数会越来越多。临近傍晚，秦月带着3车钢筋来换物资，前2天跟他说了加入避难所的事情。老秦，明天把家里人都接过来，无法外出的就帮忙建设避难所，能出去的就去找物资。你们家里的小孩我也帮你们养了。陈先生放心吧，我们家里的小孩最小的也有10岁了，最大的也快20了，不会吃白食的，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能干。好，今天不早了，赶紧回去，路上注意安全。公交公司的人刚走，周显德带着3个战友拖家带口来了。简单的了解对方情况后，我同意这几人的加入。晚上0点，我满怀期待的打开系统面板。恭喜宿主获得每日系统币15000元，
果然又翻倍了。目前加入团队的总共30人，算上曹子轩过世的奶奶，怎么少了500？不是我抠门纠结这500怎么不见了，而是我要搞懂机制。没想到这次发现竟然在以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寒末世降临，我扩建的避难营地人数已经达到70人，源源增多，导致电力系统无法维持。小凡，我们医院有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停电的时候能维持整个医院的运作。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去看看能不能带回来。王蒙的这个提议让大家兴奋，于是众人决定去人民医院看看。第二天早上，前往医院之前，先来到叶星修理厂。陈先生，我们以后恐怕没法进行交易了。不瞒您说，我们之前找到一处隐蔽的取油点，但是昨天我们发现那里已经空了。陈先生，我知道您是有大本事的人，求您看在以前我们合作的份上，收留我们这10几号人。果然，如我之前想的一样，社会秩序早已停摆，哪会有源源不断的采油点让他们取之不尽？黄老板，目前我们的避难营地还在建设中，需要不少劳动力，特别是你们这样有汽车维修技术的，我们一定会优先考虑。太好了，到时候我们所有的种植设备，包括修理厂都是陈先生您的，只要您能带着兄弟们活下去。又闲聊几句后，我告别黄叶星。星哥，为什么一定要加入他？他不就比我们多了枪吗？万一哪天他的资源也用完了，我们会不会成为弃子？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么久以来，为什么没有人动咱？因为我们有源源不断的石油供应给大家，能为大家车辆做服务。是的，但是现在我们没了燃油，机油也快用完了，只剩下让所有幸存者眼馋的室内农场。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不用我多说，你们也明白。我明白了，星哥，你的意思是我们以农场作为投名状，加入陈先生的队伍。陈先生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外面的势力那么多，哪个能像陈先生这般不利用手中实力为非作歹的？另一边，我们来到了人民医院，刚进入大厅就听到发电机轰鸣。太好了，医院还有人在。果然，没一会儿，3个手持防爆棍的人立刻迎了过来。3位不必紧张，我们没有恶意。几位是带人来看病吗？看病？你的意思，现在医院还在运营？是的，官方走后，医院就靠帮幸存者医治换取食物撑到现在。你们好，我曾经是这里的医生，请问现在谁是负责人？现在这里是柳阳柳院长管理。请问他在吗？我是他学生王蒙，你可以帮我转告他一声吗？见王蒙这么说，这3人当然不会拒绝。如今能跟一伙配备热武器的人打好关系，又增添一份保障，当然没问题。这位小姐，你在此稍等片刻，我去通报一声。没一会儿，与他一同回来了几人。哪个是小萌？老师，我在这儿。小萌，你还活着，太好了。柳院长，小王，我们进里面聊吧，外面冷。对，你瞧我，快，小萌，还有几位，快里面请。条件艰苦，大家多担待。大概了解了王蒙这大半年的状况后，柳阳主动上前与我攀谈。你就是小陈吧？老师好。小萌他爸是我师弟，他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如今这情况有你照顾他，我就放心了。小萌，今天你们来此的目的是什么？我建立了一个避难所，目前我们的电气设备越来越多，需要一台大功率发电机。王蒙记得医院有一台，所以我们就过来看看。说到此处，医院所有人立刻紧张起来，这可是他们立足的根本。不过老师和各位都在，医院并没有废弃，我们自然不会胡来。相信其他医院还有类似的设备，我们多去几家找找就是。我的话让所有人大松一口气，毕竟我们要硬抢，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老师，你跟我们走吧，我目前正在建设的避难所不差养活你一人的物资。听到此话，王蒙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我一把老骨头了，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食物。你跟小萌好好的活下去，没准哪天这末世就熬过去了。简单一句话，柳阳就得到我的认可。突然，守卫跑进来大喊：柳院长，外面来了几个伤员，需要马上救治。医生呢？快来人！换做以前，柳阳等人肯定第一时间把病人带进去救治，可如今却是其中一人上前与他们商谈价格。柳阳一脸羞愧。几分钟后，医院方谈好价格，正准备进行抢救，突然冲进来10几人。这群人不许救，谁敢救他们，就是跟我们红星农贸市场为敌。极寒末世降临，我扩建的避难营地人数已经达到70人。这群人不许救，谁敢救他们，就是跟我们红星农贸市场为敌。周显德和他的3个战友擅行站位，把我保护在身后。特么的，东西都让给你们了，你们还想怎么样？你第一天混末世，这次你们电力公司的人吃亏了，之后难道不会报复吗？兄弟们，斩草除根，跟我上！正在双方即将互砍的时候，一声枪想让所有人停住脚步。在看到我们人手一把 AK 的时候，所有人呆住了。医院的领导以及各位长官，实在对不住，我们跟他们之间有些纠葛，火气上头了没控制住，这就走。你们还愣在这里干嘛？趁着领导没发火，还不道歉，然后跟我一起滚蛋。周显德等人见我没有任何表示，就放他们离开了。
电力公司的人放下手中武器，朝着我们鞠躬感谢。先进去治疗吧，小凡，谢了。老师客气了，应该的。只有跟着我来的这些人知道我为什么救他们，是因为对方电力公司的这个身份。经过这件事，整个医院的人再次加深了有枪的优势，加上王蒙所描绘的避难所计划，这些人终于坐不住了。小陈，我豁出这张老脸求你，能否带上我们医院的人前往那个避难所？各位，目前我的避难所的确需要人手，更需要具备医术的你们。所有人听到这里，心中一喜。但是，我这一声但是，让他们的心犹如过山车。避难所不养闲人，前期没有医疗工作的时候，该干活的干活，听从调配，要团结友爱，别仗着自己末世前的身份吆五喝六。接受得了的可以跟着走，接受不了的留下，不做强求。现在是什么世道，大家清楚。一旦违反避难所规定，我绝不会让知晓避难所秘密的人离开。这赤裸裸的威胁放到如今再正常不过。当然，大棒打了，甜枣要给。但凡加入我避难所一起建设的，我能保证他安全，全家吃饱不受冻，并且有人权。最终，人民医院53人毫无例外的全部同意加入到我的避难营地。你们是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是的，首长。太阳能设备会拆装吗？没问题，您有什么吩咐尽管说。这几天你们先配合医院的人，拆除掉医院的发电机以及各种医疗设备。这些玩意可不是我现在这点收入能购买的，能带走的肯定要带走。等之后为我的营地搭建电力设施，这期间我会付给你们食物作为报酬，之后看你们的能力，考虑要不要接受你们进入营地。当然，这也是你们自愿的。几人立刻点头答应。2小时后，带着柳阳、5名医生、4名护士，跟着车队第一批前往避难所。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我就把几个知道自己秘密的人叫到一块儿。凡哥，你意思说新来的这些人出现了叛徒？叛徒倒不至于，2人只不过没有跟我们一条心罢了。小凡，如果知道这2人是谁，你怎么做？直接处理掉吗？小周，末世初期你放弃家庭帮助所有民众，末世后没有凭借实力欺压普通人。赵叔佩服你这样的人，守护好你作为军人该有的底线。小凡，善良没有错，错就错在现在是特殊时期，相信你的特异功能不会无缘无故给你提示。你们放心去干你们的，这些事情交给我们这些老家伙。赵广生和邓阳都是跟了父亲10多年的老哥们，在2人眼里，我们还只是孩子，这些脏活就交给他们去做。我和周显德对视一眼，看出了这是长辈们对我们另一种形式的保护。接下来的1周，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是每日系统奖励还是29万5千。于是，避难所里发生了2件意外事故，一个是公交公司的一个家属用吊机升建筑材料上2楼的时候，他站在底下被砸死；另一个是医生，听说他一不小心摔了一跤，脑袋砸到尖锐物品死了。避难所内没有人联想到他杀，毕竟现在的施工环境的确简陋。第二天一早，人民医院的医生和家属，还有电力公司的人，带着医院的大型发电机和医疗设备返回避难营地，同时营地组建了1支23人的武装小队，周显德担任组长。让我意外的是，接触这么久，我才知道周显德竟然是荣获过2次个人2等功、1次团队1等功的超级兵王。冰封末世降临，我花费300万系统币购买了2辆雪地车以及30套单兵作战装备。恭喜宿主，队伍人数达到200人，获得抽奖1次，累计消费500万系统币，获得抽奖1次。是否开始抽奖？竟然一下获得2次抽奖机会，不枉我这段时间这么辛苦。今天营地人数终于达到了200人，果不其然，系统奖励又升级了，直接暴涨200多万系统币。本想购买威慑力十足的装甲车，当看到那350至2000万的价格后，我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穷啊，还是太穷了。系统抽奖，恭喜宿主获得空间戒指升级卷轴，使用后异空间容量增长10倍，获得体质增幅药剂，身体各项机能增长3倍。一瞬间，浑身充满了力量，思维也变得更加清晰。嘿嘿，也不知道那方面是不是也变强了3倍。说完，我钻进了王蒙的被窝，2个小时后才恢复平静。第二天一早，小凡，现在你的能力竟然提升到连这玩意都能变出来了。是的，我的能力提升了，正好弄到了这2个大家伙。我打算带慕容小小去他父亲的物资库看看。小凡，昨天晚上抓到2个可疑人员，我想你应该会很感兴趣。什么人？白家的人，白泽被人杀了，白信军认定是我们做的。看来是齐宇那小子想劫道杀人啊。出发前往藏宝湖地点，雪地车唯一的缺点就是时速最高只有60，但优点是它能一直保持60。换做以前，这种操控感肯定被我吐槽，可现在轻松碾压颠簸路面，太他妈爽了。徐亮，你他妈能开回路面吗？徐亮讪讪一笑，把车从路边的雪堆开回主干道。3小时后，翻过最后一个山，终于来到目的地。没想到发现了老胡人。大公子，这门还是打不开啊！哼，一群废物，2天了，一道门都砸不开。齐宇怒不可遏，他齐家报废了7辆越野车，伤亡10多人，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
结果被一道门挡住了2天。如今带来的物资已经消耗差不多了，再进不去，所有人都得等死了。嘿嘿，这自作聪明的齐大公子，现在混得也挺惨的啊。是啊，用那么多物资买了个没用的藏宝图。别说砸不开，就算砸开了，里面全是机关，他们进去也是死路一条。走，开过去见见我们的老朋友白大公子，好久不见了啊！是你竟然过来了，你来做什么？当然是来取物资喽。什么意思？藏宝图是我拍下的，这个地方当然也是属于我的。你是傻逼吗？什么时候了还跟我讲规矩？哼，难道你想跟我拼个鱼死网破吗？你什么档次，也配跟我说鱼死网破？你不能杀我，我爸不会放过你的。放心，用不了多久就送你爸跟你团聚。齐宇怎么也想不到，一向把别人当作玩物的自己就这么死了。识别完毕，小主人，欢迎回家。我父亲找的世界顶尖的安保公司，打造了这个避难所的安防系统，授权以外的人非法进入，必死无疑。可惜我信错了人，害死了父母，也害了自己。避难所建在防空洞里，空间很大。进入仓库，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所有人，数不胜数的食物、药品、生活物资、车辆、船只，应有尽有，数十箱的枪支弹药。最夸张的是，竟然还有战斗机和装甲车。你爹真牛！即使是末世前，想收集到这些东西，也不是光有钱就能办到。靠着这些物资，打造一支军队都绰绰有余了。尽管异空间升级后容量增长了10倍，但也只是装下这里很少一部分物资。之后返回来到了今天第2个目的地——归巢娱乐会所。周哥，你确定你这几个战友正经吗？当时他们说住在这栋楼，我也不知道这里有个会所啊。走，先进去看看吧。一间40平的总统包厢内挤着20多人，8个男人，17个女人。这些女的是这里的小姐或者服务员。我们因为拖家带口，大迁移的时候无法跟上大部队，原本集中在一起，生活也还算顺利。可是有一天，寻找物资回到家，发现亲人都被杀了。最可悲的是，我们不知道谁干的。后来找物资的时候，来到这个会所，他们邀请我们共享发电机，顺便保护他们。听完几人的遭遇，周哥开始陈述避难所的条件和要求。听到避难所的条件，那群小姐眼神都冒着金光。可是当说出只收留这些军人，并不同意收留这些小姐后，现场一片寂静。许久，其中一人作为代表开口：“陈先生，谢谢您的邀请。经过我们商量，我们选择留下。”听到自己曾经的战友不愿走，周显德气得直接开骂：“周哥，我们走吧。”周显德叹了口气，恨其不争地转身离开。正要出门，我突然停住脚步。既然他们不愿意走，那么美女们愿意跟我们走吗？我们避难所缺女人。这话立刻让这些大头兵拳头紧握。可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明知道去了就意味着用身体做代价，这些女人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周哥，跟你的战友再聊聊，我在外面等10分钟，10分钟后我们回去。这些大头兵正直，不代表他们傻。刚才还对我的做法气愤，如今立刻明白我的用意。几分钟后，周显德的战友全部走出会所。嘿嘿，走，回家。回到营地，周显德带着几人参观完避难所。别人求着都求不到的机会，刚才你们竟然放弃，我真想锤死你们！看自己战友一脸羞愧的模样。行了，陈先生不是这么小气的人，早带你们吃饭去。极寒末世降临，破烂的城市街道上，一个车队缓慢行驶，2辆装甲车开路，后面拉着4口棺材。陈先生，放心吧，我们40名武装人员完全具备为你父母报仇的能力。自从武装部成立后，周显德对我的称呼也变成了陈先生。谢谢，一切小心。凌晨5点，来到被催收公司霸占的写字楼，和几人一起把父母以及曹子轩父母的遗体抬到车上备好棺材里。哎，你们在干什么？大楼里走出一个值守人员，当看清我们的队伍以及后面的4口棺材，他彻底明白这是来给亲人收尸的。那人知道再解释也没用，果断出卖了大楼里的人。楼里一共有123个成员，以及被俘虏的87个女人，求您放过我，我也是被……队伍已经来到这里，他口中的消息已经无效，即便里面有再多人，今天的行动也不会终止。进攻！装备精良的热武器对阵冷兵器就是碾压。40人冲入大楼，从底下可以看到武装部的灯光一层一层的向上推进。陈先生，这里的人已经知道他们被包围了，大部分躲到了顶层20楼。周哥，如果对方用87名女性作为人质，你如何抉择？换做之前的周显德，绝对会为此犹豫，但是现在他果断回答：我不会一味的为了避免人质的伤亡，令武装部成员处于被动。听到他的回答，我满意的点点头。紧接着，这栋楼顶层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以及撕心裂肺的喊叫声。陈先生，对方势力全部击毙，以绝对碾压的姿态结束了这场报复行动。我并没感到任何复仇后的喜悦。说对。所有人刚准备上车，写字楼内走出来20-30个女人，表情茫然无助，她们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感谢我帮他们脱离苦海，另一方面
他们失去了催收公司提供的食物来源，接下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如果还有活着的勇气，就跟我们走。那些女人原本神情木讷，听到我的话后，眼睛里冒出了对生的渴望。最终有17个女人上了车，还有几个女人没动。只见她们表情麻木，缓缓地脱掉衣服，没一会儿就被冻倒在地上。一心求死的人是带不走的，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归宿吧。走吧。车队刚刚离开，四周幸存者疯狂地涌入那栋写字楼，开始抢夺催收公司的物资。丽江小区6栋802。爸妈，我带你们回家了。我一直强忍的情绪终于爆发，跪在父母的棺材前失声痛哭。叔叔阿姨，我会替你们照顾好小凡。小凡现在可了不起了，他能带着我们活下去。你们要保佑我们都平平安安的。从此，雍城多了一个扫清黑恶势力的避难所。5天后的夜晚，避难所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因为雍城气温再次创下新低，温度持续下降，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持续这样下去的话，雍城除了我们营地的人，将不会再有任何生命存活。老冯，想要维持整个建材馆避难所的供暖供电，需要多少个医院那样的发电机？需要16台。陈先生，我不知道您储备了多少燃油，但是我敢肯定，即便我们有这个数量的发电机，也无法维持，因为16台这样的发电机，每个小时的油耗奔着1万升柴油去的。小凡，有把握吗？知晓我能力的人知道，赵广生是在问我的金手指承担得起这个油耗吗？如今营地300多人，每天能获得将近2000万新港币，16台发电机一天下来，燃油消耗也才100多万，能接受。可是新增16台这种规模的发电机总价却要1.8亿。如果4个场馆的太阳能设备全部建成，相当于多少台2000 kW 发电机的电量产出？4个场馆外立面大约90万平方，如今的气候顶多相当于65台的发电量。不过仅凭未来的太阳能发电设备，就完全能维持4个场馆的供暖和用电。陈先生不必太过担心。所有人听到后都看到了一线希望，可我却不是这么想的。因为冯宇健说过，太阳能设备最多可在零下70度运行，可现在距离零下70度已经不远了。谁知道气象站在哪里？我知道在哪里。好，我们明天去看看还有没有工作人员活着。我需要找到这类型的人，才知道接下来怎么打算。第2天来到气象局，可惜这里早已人去楼空。打听后得知，没有离开的官方人员都聚集在青山区的体育馆生活。花了1个多小时，队伍来到青山区体育馆。怎么回事？对方同意我们进去与他们的负责人洽谈，但是不能携带任何武器。对方不能出来。雍城市长在里面。都特么什么时候了？官威还在啊。不过对方显然也不是吃素的，出来的人明显是军人，还有一辆警车，绝对有枪。而我这边虽然有装甲车，但是车辆无法进入，对他们造不成威胁。问一下他们，200斤肉能否出来详谈？很快就得到了对方接见的机会，只不过来人只是个办公室主任。小伙子，你们是城南那个避难所的吧？你们这次来有什么事？我立刻把自己想要找气象专家的需求跟对方说了一遍。气象局的人的确跟我们一起生活在里面，但是这些人都是如今末世的重要人才。再加100斤肉哦，小伙子不错。等了几分钟，来了3个人，一个60岁左右，另外2个40多岁。刘主任自始至终都没正眼瞧对方一眼，很明显，气象局的人带他们避难所已经可有可无。郝先生你好，我是城南避难所的，想邀请你们这方面专业的专家进驻我们避难所。起初对方只以为我们是个不知从哪里弄来装甲车就耀武扬威的小势力，当看到我录制的避难所场景后，惊讶规模竟如此之大。陈先生，我想知道你找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如今的气温还在下降，我需要气象局的人恢复气象监测工作，做出是否迁移的打算。这个时间我尽可能的招揽更多能跟着一起走的人。郝朝阳一听，立刻对我心生敬意。好，就凭你说能带着之前无法离开的人再次南迁，我跟你走。嘿嘿，欢迎郝老先生的加入，你回去安排一下家里人，我们在外面等你。你刚才说家里人？对啊，我们不可能丢下成员的家人。此刻郝朝阳的眼眶开始湿润，因为刚才他已经做好把家里人留在这里，单独带上几名专家离开的打算，只为能给更多的人南迁创造条件。没有多说，对我鞠了个躬后离开。不知原农业局局长孙玉勇是否在避难所内？他是我一个远房亲戚，我也是突然想起他有可能在此。孙局长啊，在的，只不过100斤肉。不，陈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孙局长目前病重，也许无法亲自出来见你。我能否让我的人进去接他出来？放心，我们不带武器进去。刘主任一口答应。我立刻叫来周显德，跟他说明情况后，周显德立刻带上几个人进入官方避难所。陈先生这种时候还能向普通民众伸出援助之手，让我们官方深感羞愧啊！此人华成辉我都认识，肖卫民，雍城市市长，10年前正是他的上台，附近的公司才被打压，换成他那条线的人接手。肖市长谬赞了。接着足足聊了5分钟，话里话外都是在试探自己是否愿意加入官方。肖市长的提议我会认真考虑。这时，周显德背着一个裹着被子的人从避难所出来。
小陈在我们官方还有亲人啊。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着周显德带那人上车后，才扭头看向肖卫民，态度不再虚与委蛇。肖市长，我要找的人到了，后会有期。小刘，他带走的是谁？对于避难所的人员出走，肖卫民并不阻止，减少无用人口本就是他们默认的原则。几个气象局的人，至于那个裹着被子的，是原农业局局长孙玉勇。他的话音一落，肖卫民脸色大变，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桌面上。孙玉勇是谁？原雍城副市长，他的政敌一派。当初要不是那场变故，市长这个位置肯定轮不到他。哼，派人去监视这个势力的举动，有什么风吹草动，第一时间回来向我汇报。而此时，我紧紧抓住孙玉勇干枯的手，看着这个曾经和父亲不是兄弟胜似兄弟的长辈，两家都落难时还倾尽所有帮助父亲的人，如今竟然这副模样。好孩子，你还活着，真好。叔，小凡会治好你的，没事了。回到营地，整整5个小时，急救室的门被打开。老师，我叔怎么样了？小凡，你要做好心理准备。病人原本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病情一拖再拖，得不到良好的救治，加上长时间营养供给不足，他的器官已经严重衰竭。老师，无论需要什么药物、什么设备，只要你开口，我都能送来。唉，小凡，老师只能尽力为他延长一些时日。听到此处，我立刻明白无力回天了。小凡，叔，我在。男子汉大丈夫，哭哭啼啼像什么样？跟叔说说这个避难所是怎么回事。我一五一十的将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好，老天眷顾你这兔崽子，气运之子呀！叔，跟我说说官方避难所的情况吧。哼，名义上的确是官方避难所，实际上已经成为他萧卫民家族的私人组织。孙玉勇大概给我讲了官方避难所的情况后，小凡，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一开始我只想有一群信得过的人一起生存，不惧外面的蝇营狗苟。随着跟着我的人越来越多，我希望尽快建成一个体系，即便哪天我失去了这个能力，也能让跟着我的人自给自足，熬过这场灾难。渐渐的，我发现我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大，强大到成为我的负担，因为我不知道这项能力能维持多久，生怕哪天这项能力突然消失后，看到所有人失望的目光，那时候我该如何掌控这支队伍？他们还会如以往那般听从我的管理吗？我第一次在外人面前示弱，因为眼前之人是我完全能信赖的长辈。孩子，我很欣慰能够见证你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才24岁，有这种担忧是正常的。今后你要把你懦弱的一面永远的隐藏起来。叔用最后生命教会你如何造神。造神？对，造神，让你成为这末世的神。这场浩劫更像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几千年来，人类这个种族都在无休止的内耗、战争、宗教、种族之间的矛盾，都是统治者制造出来巩固他们权力的武器。这种无知的行为严重阻碍了人类发展。我们天真的设想一下，如果人类几千年来没有这些纷争，共同团结发展的话，没准我们的科技水平早已不惧这场灾难了。也许你认为我说的不切实际，那么我举个例子，全人类提前50年知道这场灾难，你还觉得我们无法躲过这场末世吗？不用50年，10年甚至5年即可。其实哪怕只有1年都可以办得到，时间的长短只不过取决于保存的多少生命而已。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保存全部生命，而是保存人类这个物种。我已经大概知道孙玉勇要表达什么了。小凡，用你的能力带领一部分人类繁衍生息下去，这是你的使命。时机合适时，你的能力就没必要遮遮掩掩。试想一下，这个世界突然神灵降世，他以天下苍生为己任，救民重于水火，能变化出如今不可再造的物品，带领人们重建家园。人们是维护原来的执政者，还是拥护这位至高无上的神明？即使这个神明到最后无法再创神迹，人们只会认为他耗尽了神力创造一切，依旧不会把他当作凡人。别觉得叔已经病入膏肓，神志不清，叔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孙玉勇的眼神无比的坚毅。小凡，你想要带着大家活下去，就要抛弃华夏人骨子里的谦逊和儒雅，要用强势手段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就是救世主，你是这世界上唯一的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过程中你变得冷酷无情，变得虚伪，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大胆去做，借此机会创造一个乌托邦的世界。记住，从此刻起，你就是神。我虽然表面平静，但血液里有一股火焰在燃烧。两人安静了好长时间。郑杰进来。说完，病房的门被推开，
一名30岁左右、略显憔悴的美女走了进来。小凡，这是我以前的秘书郑杰。陈先生好。我在官方避难所内部有几个心腹，我只把小郑带出来，是因为不想让肖卫民对我有所怀疑。稍后我会录制一段视频，那些人看到我的视频后，会心甘情愿地跟随你。要不是这场末世，我们积蓄已久的反击即将打响，可惜了。接下来的几天，我除了睡觉，几乎都待在孙玉勇的病房。7天后，孙玉勇走了，他用生命最后的7天给我上了一堂课，这一课深深影响了我的未来。期间，孙玉勇单独接见了周显德2小时，也不知道他们聊了什么。总之那天起，我去到哪里都有几人跟随，比起之前周显德自认为的保护意识加强了许多。如今整个避难所1号馆已经全部供电，在我的授意下，避难所外搭建起一个临时取暖用的大棚，大棚内的温度维持在0上10度，幸存者有事没事都会来此等待工作机会。我的善举能大大减缓周边的死亡人口。这天，当我出现在避难所门口，所有人都很自觉地让出位置。目前我们避难所1号场馆已经建设完毕，可提供350个避难所成员名额。接下来会公示招聘需求，第一批没有被竞选上的也不要气馁。避难所成员人数会随着避难所的扩建增加，争取让所有人都有活下去的条件。家中有孩子未满13岁的可以送来避难所，由我承担孩子们的吃穿用度，并且招聘一些教师，确保孩子们能够延续基础教育。现场顿时鸦雀无声，安静过后响起了激烈的掌声。即使他们家中没有合适年纪的，又或者孩子早已死去了，但我的指认真的很变态。这种时候还能无条件的保证孩子们的生存，甚至还提供教育，这不是圣人是什么？第二天一早，雍城高中561人进驻避难所，其中285名男学生全部加入武装部。用周显德的话就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培养出来以后都是武装部的主要力量。下午，办公室里，我想用食物去官方避难所换回几个人，但是有了上次把孙叔带回来的经历后，估计肖卫民会防着我们。这次去的话，对方要么狮子大开口，要么干脆不放人。你觉得怎么处理好一些？陈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可能要用到武力威胁才能把人带出来，担心我会不知如何面对那里驻守的军人。见周显得如此直接，我点头承认。对方跟我一样是军人不假，但如果明知那个所谓的官方避难所如今的作为还为虎作伥，我又何必念旧情？个人矛盾和种族大义之间，我分得清轻重。好，这趟你有什么需要我提供的？主战坦克能动用吗？旁边的郑杰惊讶的瞪大眼，装甲车已经够威慑了，避难所竟然还有主战坦克？只有我和周显德知道。他问的是你能变出主战坦克吗？我心领神会。放在3号馆，我去开锁让你进去取。有那玩意的炮口指着官方避难所，我一定把人都带回来。我一边走一边内心暗骂周显德败家子。一辆主战坦克需要消耗2500万系统币。当我看到霸气外露的大家伙后，就这么觉得值了。青山区官方避难所，肖市长，不好了，外面来了一支队伍，还有坦克。什么坦克？哪里来的坦克？是真的，炮口已经对准了我们的大门。他们带头的说，让你亲自出去见他。肖卫民胆怯了，但是所有人都看着呢，只能不情愿地走出避难所。嘿嘿，肖市长，好久不见啊！陈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还是想用物资过来跟你换几个人？你那是想换人吗？明明就是过来抢人的吧？片刻后，刘主任带着几人来到我面前。陈先生，你名单上的人就剩这几人活着了。各位，是孙玉勇让我来的，你们先跟我的人上车。肖市长，这些物资你收着，别说我不讲道理，后会有期。肖卫民看着刚才留下的10斤肉，感觉无比耻辱的他，拳头紧握，嘴里咬牙切齿地挤出3个字：孙玉勇。回到营地，几人像乡巴佬进城一样震惊了一路。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了他们：东部长、向局长、农市长，欢迎几位回家。郑秘书他们当然认识，只不过一时间不敢认，因为眼前之人上周还跟他们一样狼狈不堪，如今却是如此精致的打扮。随着农建文等人的加入，避难所开始走向正轨，分别成立了武装部、建设部、技术部、农业部，并且任命了各部门的管理人员。只要利于避难所建设，你们可以大胆的设想，我向诸位承诺，你们所需的物资我都能提供。如今避难所人数超过1000人，每天能给我提供6000多万的系统币，底气十足。陈先生，官方避难所派人住进不远处那个小区，盯了我们3天了。加大对外面幸存者的资助，从偶尔1份肉粥增加到每天2份。周部长，陈先生是想帮你增加人手了。帮我增加人手？官方避难所派人盯着我们，无非是想探查我们的底有多厚。既然他们想知道，我们就炫耀给他们看。官方避难所内部大部分人都是有良知的普通人，碍于无法逃离，加上枪支在肖卫民团伙手中，才选择一忍再忍。这些被派来监视我们的人，迟早会把我们这里优越的条件传到那些无法逃离的人耳中。这样一来，只会更加坚定他们逃离那里的决心。那么最先造反的会是什么人？
肯定是那些当初留在雍城加入官方避难所的军人。如果这些人敢于反抗，那说明他们是不愿为虎作伥的人，无论品质还是心性，就已经得到验证。难怪第一次进入官方避难所里面带走孙先生的时候，陈先生让我留下了一台对讲机，想必拿了对讲机的人是孙先生或者郑秘书信得过的人吧。明天安排你的人去官方避难所3公里外的地方接收对方信息吧，保证完成任务。距离避难所1公里的一个小区内。特么的，路人幸存者都吃得比我们好，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啥？难不成你想丢下老婆小孩被那些人虐待，独自去投靠他们吗？哼，萧卫民这帮狗娘养的。行了，有点力气吧，至少他们明面上还不敢做太出格的事情。听说外面都有人自封皇帝了。你的消息落后了，你说的那个势力早就被陈凡这个避难所的人剿灭了，5分钟不到，那个50多人的王朝就覆灭了。自称皇帝的那人深陷其中，死前还大喊这驾崩了。这尼玛笑死爷了。你还别说，这个避难所的人更像官方。如果哪天我能带我爸妈逃出来，我肯定求他们加入。要不我们回去跟班长商量一下，我相信大多数人的想法跟我们一样。特么的，回去就干，反正官方避难所那鸟样我早就看不下去了。与此同时，官方避难所内，班长查到了，支队长不是死于意外，是他杀。我老婆呢？那人表情一顿，不知如何回答。不用说了，我明白。其他人联系上了吗？联系上了，他们早就想反了。行，明天掩护我跟外面取得联系再做计划。班长，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我老婆和女儿都在这里。哼，待在这里迟早都是死，拼一把还有一条活路。我相信孙局他没必要骗我们。行，说干就干，拼了！第二天一早，我刚来到办公室。陈先生，截止昨天面试通过的350人已经前来报到，目前正在安排他们洗漱吃东西。说罢，他递给我一个平板电脑，里面是每个人的详细资料。郑洁的招聘工作很细心，可惜这些人里绝大部分只能算有一技之长，没有真正的顶级人才，因为这类人早就被官方带走了。陈先生，这350人里怀疑有4人是官方避难所混进来的，刺探情报倒没什么，毕竟我们还要故意泄露给他们。我担心的是他们是来行刺的。自己甩了2次萧卫民的面子，以他的性子起杀心也不奇怪。不过周显德这么一说，让我有了别的想法。郑洁，把农市长他们几个叫进来。而此时，官方避难所外蹲守的武装部成员收到了来自罗朝龙的消息，与对方交代了我的任务后，立刻回来汇报。陈先生，我们已经把您交代的事情告知对方。好，接下来还要辛苦你们每天按时去接收信息，直到收网。末世无情人有情，我代表避难所全体人员欢迎大家的到来。从今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是最亲密的战友。我巴拉巴拉说了几分钟后，主动走到众人身边，亲切地与大家交谈。人群中，便衣靠近那2个有卧底嫌疑的人，往他手上塞了一把类似匕首的硬物。待会陈凡靠近你的时候，你必须出手杀了他，否则你的家人活不过今晚。说完后，便衣快速消失在人群中。阿虎，刚才那人跟你说了什么？阿虎结结巴巴的把刚才便衣的威胁传达了一遍。哥，爸妈就靠你照顾了。他妈的，萧卫民真不给活路啊！阿虎，让哥来吧。不，哥，让我来。小薇死了，你还有嫂子。他俩没有怀疑给他们匕首的便衣身份。没想到随便一试探，还真中了。通知陈先生按计划进行。紧接着，我在保镖的指引下朝着2兄弟靠近。就在距离他们1米的时候，保镖故意露出一个缝隙。阿虎见时机到了，从口袋掏出了那把匕首刺向我。紧接着，所有人惊慌大叫，现场乱作一。躺在血泊的我被抬走。阿虎不仅手脚被摁住，嘴巴也被堵上，手中硬纸片做成的匕首被人夺走，地上多了另一把不属于他的真正的匕首。同时被带走的还有他哥。陈先生，如果你去拍电影的话，我肯定买票去看。凡哥，那血突然喷出来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大家一阵调笑后，周显德走了进来。陈先生，他们2招了。萧卫民将他们的父母、妻子、女儿控制起来，威胁他们来我们这卧底。至于萧卫民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嘿嘿，这段时间我就当做休假，接下来的事情交给你们了。审讯室内，阿虎一个劲地对武装部的人解释。我手上的根本就不是匕首，是有人陷害我的，而且我根本没碰到陈凡。还有什么新的消息没有？是他，就是他把那把假匕首给我的，就是他。没错，就是我。早就料到你不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拿出匕首来检查。你们听到没？他承认了，快抓住他！我告发有功，罪不至死啊！阿虎，别喊了，密谋杀陈凡的是他们。算你聪明。大佬，既然陈凡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以后我们兄弟俩可以为您卖命。避难所里的人都知道是你们干的，你们怎么为我卖命？不过吗？长官，您是有大能耐的人，就不要杀我们了。有什么让我们办的，请您直说，只要能饶了我们一条命。给2位兄弟松绑，我的确有事需要你们去做。事成之后，我可以找个理由帮你们开脱，把你们和家人接来这里生存。
谢谢长官，今后我们给您当牛做马。知道我为什么安排刺杀陈凡吗？前阵子陈凡去官方避难所接那几个人，知道吧？知道，肖市长为此事还大发雷霆了呢。他们那几人来了以后，就成了避难所的核心管理人员，而我们这些一早就开始为陈凡卖命的人却不受待见。前阵子那几个新来的人掌管了一半的兵权，很明显这是陈凡防着我们。历史上所有新登基的皇帝都会用雷霆手段夺回兵权。现在陈凡死了，我和那几个新人之间有一场较量，我需要你们回去跟校尉明传话，让他派人来帮我。只要不是狮子大开口，我都能满足。等这个避难所完全由我掌控后，我会履行对你们的承诺。当晚，这两人被当成尸体丢了出去。官方避难所内，两人把整个经过跟校尉明说了一遍。肖市长，您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他们不是说过几天来面谈吗？我们先想好跟他们拿多少物资，想办法派人去陈凡的避难所打探一番，再做决定。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遭遇刺杀，生不明。周显德的武装部与农建文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开始明争暗斗。我们今天必须见到陈先生，否则我们罢工。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允许避难所内乱。对，避难所是我们的家，是我们活下去的希望。很快，农建文和周显德同时出现安抚大家，两人还当着大家的面相互拥抱，表示并没有矛盾。可他们越是这样欲盖弥彰的行为，越让所有人怀疑。于是大家推举一些老者作为代表去找周显德交谈。避难所是我和陈先生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不可能拱手相让给那几个后来者管理。我们知道您劳苦功高，但守江山不是靠打打杀杀。新来的这几位在末世之前本就是官方人员，管理经验丰富，或许由他们来接手避难所的管理工作，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您觉得呢？我只能保证不会动用武力去蓄意破坏避难所里的任何设施。你们放心，再怎么闹也不能拿避难所开玩笑。见周显德油盐不进，几人又去找农建文谈。他一个大头兵知道怎么管理吗？知道怎么分配资源吗？你们放心把所有人的性命交给那样一个意气用事的人吗？几人从他们口中始终套不出陈凡的生死情况。其他幸存者知道这样闹下去对整个避难所不好，于是再次起步。我们要见陈先生一面，这个避难所我们只认陈先生一人。对，我们的命都是他救的。如果陈先生不在了，首要任务我们要查出是谁指使那人杀害陈先生的，为陈先生报仇。说得对，当务之急是为陈先生报仇，而不是在这里内斗。一连4天，避难所内部的事情传到了官方避难所的人那里。肖市长，我看这件事情应该没问题了。肖卫民点点头，现在他已经完全相信陈凡已死。周显德什么时候来？明天。好，明天看他能拿出什么条件。这两人不是别人，正是白家与齐家的2位家主。两人儿子都是因我而死，后来又被我的锄奸小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不得已投靠了肖卫民。陈先生，快点结束吧，我宁愿去挡住枪林弹雨，也不愿被所有人这样指责。嘿嘿，放心吧，到时候会给你一个清白的。周显德看着一脸淡定的农建文，无奈一笑。老农，还是你们这些从政的有定力。行了，重新复盘一遍，明天不能出任何纰漏。第2日，周显德驾驶4辆履带车前往官方避难所，车上3000斤食物让肖卫民等人喜笑颜开。周部长对吧？好手段啊，连自己救命恩人都能下得去手。肖市长，这3000斤食物作为定金，帮我夺得陈凡避难所的管理权之后，再给7000斤，一共1万斤，如何？周部长，酬劳好说，先说说你的计划。你们派人去陈凡避难所闹事，理由是你们的人出去找物资的时候，和我们的人起了冲突，死了人，要求给个交代。以农建文如今想要笼络人心的心态，一定会出来亲自面谈。到时候你们的人就冒充家属，控制不住情绪，杀了他。这过程我的人不会阻拦。周部长，这么做确定管理全能落你手上，别到时候尾款付不起啊！只要农建文一死，但凡有不服从我的，我直接让他闭嘴。见周显德狗急跳墙，肖卫民也不再犹豫。既然如此，周部长的这个忙我肖某帮了。先谢过肖市长了，我先回去了。等等，周部长，酬劳的事还未商谈妥当呢。刚才不是已经说好了吗？1万斤食物作为酬劳啊。周部长，那可是您单方面开出来的酬劳条件，我们这边都还没来得及跟您讨价还价呢。行，肖市长，您就痛快点吧，到底想要多少？2万斤食物，1000斤蔬菜种子，活的鸡鸭个500只，猪20头，少1斤都不行。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既然周部长没有诚意，那这次交易作罢吧。好，希望肖市长事情办得漂亮点。对了，为了避免周部长失信，今天我们的会面已经全程拍摄下来。周部长也不想让陈凡避难所里的人都知道吧？我按时交付尾款后，今天的事情还让避难所的人知道。我的坦克和装甲车能让官方避难所掉一块肉。肖卫民没有对周显德的威胁而感到生气，相反，周显德越是这样，越能证明他已经走投无路。周部长说笑了，
我萧某人一诺千金，小刘替我送送周部长。仓库里，几个校尉民心腹在仓库门口吃着今天周显德送来的食物，几个女人坐在他们大腿上，任由他们污言秽语。而另一边地下室里，一大群人如蚁群般簇拥在被子上打地铺的景象令人瞠目结舌。一个30岁左右的青年在被子旁边架起一口锅，锅中煮着的是他那根已经残破不堪的皮带。他已经煮了2天，却迟迟不舍得吃，每次只是喝那散发着皮带恶臭的汤水，然后又添加一些冰冷的血进去。这就是官方避难所底层人的悲惨现状。夜晚，40名武装人员和150名已经具备射击能力的学生整齐地站在下方。我将炸死过程和盘托出后，这群人立刻欢呼了起来。我亲爱的战友们，以前大家都在为生存苦苦挣扎的时候，看到那些阴暗的蛀虫肆意妄为，我们无能为力。今天我们有了在这个冷酷末世永远活下去的资本，手中有了让一切不法分子惧怕的实力，有了让普通幸存者击鼓鸣冤的条件，让我们凝聚在一起，在这无情的末世中增添一份迟来的正义。自古以来，正义是所有民心所向的根本。如今坐拥10亿系统币的我，有这个资本。为了不让团队成员出意外，我狠下心花了1亿，再次购买4辆子弹坦克，又花了4000万购买了5辆步兵战车。好家伙，陈先生把我们鼓动的像是要去自杀式袭击，没想到是大炮打蚊子。我遇刺的第5天早晨，萧市长，人员已经准备完毕，请指示。萧卫民看着80多人组成的队伍，满意的点点头。大家辛苦了，我在家里设宴等大家凯旋。萧市长，万一周显德那小子怪我们只派一半人出去，会不会？其余人要留守，万一避难所这群人造反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搞的，里面这些人最近不知道受到什么鼓动，的确很不安分，却应该预留多一些人镇压他们。陈先生，以我们的武力正面对抗，萧为民他们也毫无胜算，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呢？为了官方避难所那些专业人才，想要避难所健康可持续发展，从金手指一味的索取是不长久的。哦，我明白了，这样里应外合，能最大化的减少人员伤亡。是的，购买坦克和装甲车，也正是为了这次行动，咱们的队伍没有损伤。1号发现目标，汇报完毕。指挥车收到。这条消息预示着官方避难所的人已经进入周显德部下的包围圈。坦克1组开始尾随，阻断对方退路。坦克1组收到，目标进入2号区域，汇报完毕。指挥车收到，坦克2组内部插上。坦克2组收到。随着一道道命令的传达，官方避难所的车队前后左右被包夹。队长，后面出现了一辆坦克和装甲车，应该是周显德他们队伍的。官方避难所这次行动的队长正疑惑，为什么周显德的兵力没有打招呼就跟来了？队长，我们好像是被包围了。官方避难所的人已经完全明白，这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骗局。给你们10秒，把武器丢出车窗外，然后下车抱头蹲下。看着手中巴掌大的手枪，再看车窗外黑漆漆的炮口和重机枪，再加上没有什么血海深仇，傻子才玩命。一个个把枪丢掉，然后双手抱头走出来。我丢，练了1周的枪，我还以为今天能实战打过瘾呢。你他妈还希望死更多人对吧？对，我们投降了，你能拿我怎么样？等老兵走后，那名学生上前用枪托砸向嘲笑他。还嘿嘿吗？再嘿嘿一个给我看，还嘿嘿不了？你知道你的行为有多危险吗？万一对方抢了你身上的枪，把你作为人质要挟我们放他离开，然后回官方避难所通风报信，到那时候官方避难所大门紧闭，我们就要强攻进去，会死多少人你知道吗？被老兵骂后，中学生这才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还嘿嘿，我就嘿嘿，你能拿我怎么着？报告周部长，缴获枪支31把，其中手枪28支，步枪3支，其余都是刀具。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换上。就在此时，官方避难所里，罗朝龙一伙人开始行动。等周显德的团队攻入大门后，他们从内部解决对方，来个里应外合。萧市长，他们回来了。这么快，是不是有什么变故？萧卫民认为是周显德的计划落空了，导致自己的人无功而返，根本想不到自己的队伍一枪不开就投降了。走，出去看看，无论结果如何，周显德那小子答应的酬劳我不会松口。萧市长说的对，毕竟我们的人出去了。来到2楼才发现不对劲，远处并不止他们的队伍回来，身后还跟着周显德的队伍。忽然传来了枪声，双方看似在交火。你们怎么搞的？怎么就被他们追赶了呢？萧市长是我们被阴了，赶紧开门，双方的距离还来得及让我们撤回去。萧卫民听到后气得大骂周显德阴险狡诈，快开门！萧卫民自信有体育场墙体挡住，他们的人只需要守住一个大门，谅他周显德也没有这个能力进来。此时他忽略了一点。我是罗朝龙，请问我们是否开始行动？见到有车队进入，你们就可以行动，那是我们的人。没一会儿，车队顺利进入官方避难所。罗朝龙带着一路的重担的代价，迅速将看押幸存者和仓库的10几人放倒。大门内部怎么有枪声？快下去看看。萧市长，不好了，刚才回来的人竟然朝我们射击。
不给萧卫民思考的时间，假扮官方避难所的人把大门打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乖乖束手就擒，否则格杀勿论。回来的这些人一定是假冒的。完了，一切都完了。萧序长，我们投降吧。哼，都给我闭嘴！我要跟周显德通话。萧卫民，不要做无意义的抵抗，把枪丢下楼，然后双手抱头走下来。你什么意思？我们与你无冤无仇，你凭什么用武力闯进来？还有王法，还有法律吗？此时，罗朝龙带着他受伤的队友正朝着周显德这边走来，肩膀上系着白布，是约定好标志。罗朝龙向周部长报道：“都是好样的，接下来交给我们。”周显德转过身，正要对武装部发号施令，攻上2楼。周部长，我们投降，现在把枪丢下楼。很好，所有人双手抱头走下来。没一会，10几人陆陆续续下来。周部长，我是小刘啊。萧卫民这个恶贯满盈的罪魁祸首已经被我们制服，等待您的发落。此时，萧卫民看着以前对自己溜须拍马的人，如今翻脸比翻书还快，气得破口大骂：“这老爹，我真的服了！”这2位老朋友了，也捆起来。小周，不，周部长，是我啊！你还给我做过保镖啊！饶了我吧，我跟姓萧的不熟。没有理会他，让人拿出一台投影仪和一对音响。布置好设备后，投影仪上展现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末世避难所场景。视频的最后出现一个帅气的年轻人。大家好，刚才你们看到的是中鼎购物广场改建的避难所，我是这个避难所的建设者和持有人陈凡。我和我的团队宗旨是把永城所有幸存者聚拢起来，团结共建一个可持续生存的避难所。目前我们避难所的食物产出、能源、基础生活物资能够维持4到5万人长期生存。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的团队已经控制住了萧卫民为首的伪官方恶势力。在这之前，我的团队还肃清了整个雍城黑恶势力，只有这样才能还雍城一个朗朗晴空，让我们本就艰难生存的幸存者更有活下去的机会。紧接着，龙建文、向国强等人一一出击，有了他们的身份做保证，官方避难所的人已经确信周显德这伙人跟萧卫民不是同类。接下来，周显德、周青天进入了铁面判官的断案时间。萧卫民为首的人站成几排，路上被俘虏的人也在其中，让避难所普通幸存者一一指出他们罪状。这次仅用了1小时，36人被指认，全体都有，射击准备。老兵和学生没有任何犹豫的举起手里的 AK， 预备。周显德的命令根本就由不得人考虑，冷酷的再次传来，射击。一阵枪响过后，萧卫民这伙从官方走后霸占这里长达4个月的势力全部瓦解，所有人大快人心。本以为这样就完事，没想到周显德的命令再次传来，接下来你们可以检举内部作恶之人。此话一出，像是在人群中丢下了一枚炸弹。有些则恶狠狠地盯着受害者，认为这样能吓到他们，不让他们说出自己曾经的恶行。又花了1个小时，4000人变成了3500人左右。大家的个人信息我们已经整理完毕，接下来我会把资料带回避难所，筛选避难所所需的人员。预计后天我们回到此处，届时我们会根据上面的名单点名。当然，如果有不愿意前往的，我们也不会强行要求。避难所内乱爆发，传说被刺身亡的我竟奇迹般出现在大众视野。陈先生，您没事真是太好了。是啊，你是我们的主心骨，没有你我们可怎么熬下去啊？让大家担心了，我没事。大致解释了整件事的缘由。周显德与蒙建文上台的时候，都有人多对他们鼓掌。周哥哥，对不起，这几天我在心里把你骂了100遍，我向您道歉。看着恭恭敬敬行礼的小鬼，所有人哄堂大笑。第二天，兰德睡了个懒觉，醒来后心情很好，因为昨晚罗朝龙一伙人的加入，如今208名武装部成员都获得系统认可。小凡，最高温度又上涨了0.7度，测算出时间了吗？3到5个月。最快3个月了吗？我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郝朝阳还在办公桌前恭敬地站着。走神了，郝老您先去忙吧。没关系的，那我先去忙了。等他走后，我开始在电脑面前记录东西。系统你不给力啊，不给我翻5倍，我现在才存了11个亿，看样子得抓紧招人了。就在我入神的时候，办公室门被人敲响。陈先生，我们已经对第二批1650人进行了筛选，其中1000人是这段时间在避难所外求职的，650人是官方避难所留下的受害者，请您过目。你们拿主意就好。那我让周部长立刻出发。郑杰走后，我又开始忙碌，思考的过程中，一旦遇到想不通的，就让外面的守卫叫对应专业人上来回答问题。没有网络，没有搜索软件，只能如此。通过我今天的行为以及问出的这些问题，其他人拼凑出一条线索。南迁。2030年8月5日，七夕节，今天我将做一个重大的决定。经过我们的努力，避难所1、2号馆已经建成，生产力已经远超目前人口的基本需求。如今，雍城方圆几10公里内已经很难找到食物，所以我决定腾出3号馆收容雍城幸存者。我们将会从这些人之中挑选合适的人进入各个岗位，而那些没有达到加入条件的，我会暂时统一管理。
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现场立刻议论纷纷，这得有多少人啊？真有必要全都收留吗？大家虽然担心，但没人敢提出反对，只不过给我多了一个标签：圣母凡。大家好，我是心理医生苏韵。接下来避难所将会迎来一大批幸存者，加入避难所前在座的各位和他们一样，吃尽了末世的苦头，因此性格会变得偏激甚至极端。这样的人需要温暖，需要关怀，等他们重新回到文明秩序后，这种负面心态才会消除。而这样的工作量，仅凭医疗部的3名心理医生不可能完全办到，我需要大家的帮助。首先，我希望大家不要去歧视甚至欺负这些幸存者，请用我们最友善的姿态去包容他们，给予他们关怀。比如农业部的王大叔刚来的时候，苏韵语气柔和的跟所有人举了几个例子，当然被拿出来做典型的人是经过对方同意的。这次大面积的收留，一旦处理不好双方关系，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矛盾。苏医生的要求，大家能做到吗？我的话得到了所有人的高声回应。陈先生，放心吧，这点分寸我们是有的。整个避难所动了起来。避难所外等着接任务的人很是奇怪，为什么今天开门比平时晚了一些？没成想一个天大的喜讯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今天起，避难所建立幸存者收容所，所有人都可以获得进入避难所临时居住的权利，享受最基本餐饮。谢谢陈先生。陈先生万岁。进入避难所3号馆的人必须听从内部管理，不可寻衅滋事，一旦不服从管理，将会被列入黑名单，逐出避难所。工作人员说了很多细节要求。与此同时，武装部10几辆车开始在雍城的大街小巷循环播报这则消息，并且每走一段距离都会停留10几分钟，让那些没有交通工具的人上车。第一趟没赶上也没关系，未来7天，大部分武装部人员的任务就是干这一件事。避难所正式成员今天的工作量十分庞大，仅仅第一天，避难所就有1万多人来此报道。大家配合一下，不要堵在门口，往前走的动作快点，以后有的是时间参观。洗完澡的把衣服拿到洗衣机洗，记住点快洗片。喂，姑娘，把衣服穿上，胸大也不能这样啊！洗完澡的排队去医疗部体检。今天的医疗部也忙得够呛。不要再挣扎了，你这个必须截肢。别担心，陈先生说了，无论身体是否残疾，我们都会收留。龙建文为首的几人从加入避难所那天起，就在拟定一套避难所管理运营方案。比起他们末世前掌管一个城市来说，避难所这点人要轻松多了。我关心的重点则是今晚0点的系统奖励，这些人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系统币？过万人后是否再次翻5倍？今日到账10.38亿，请注意查收，余额21.23亿。好消息，一天带来了10亿系统币。坏消息，特么的团队达到万人后，系统依旧没有翻5倍，看来只能老老实实对人口计数了。我睡着的时候，整个避难所依旧忙碌，正式成员自发3班倒。第2天又来了6700多人，第3天2300多人，第4天只有1200多人，第5天更是直接断崖式降到了22人。末世前雍城城区固定人口大约450万人，今年3月份，官方组织赤道线大迁移，走了将近300万人。从官方离开的那一刻起，留在雍城的150万人，能够撑到现在的只剩下这2-3万人了。郑杰，安排去3号馆看一下。当我出现的那一刻，现场爆发了人民般的欢呼，看着一张张萤火的心生喜悦的面容，这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有意义。金钱、权力、美女，在这种心境面前根本不值一提。经过为期2个月的建设，3号馆的供水、供电、供暖于昨日全部完工，让大家久等了。所有人没想到，我的第一句话竟然是略带歉意的向众人解释，以前不是不收留他们，而是避难所还没具备那个条件。可谁又会怪我呢？如果没有我搭建供暖大棚，没有我每日施粥，他们早就撑不到现在了。如今避难所已经达到乡级人口，我的每日系统币收入16.7亿，总余额85亿。今天凌晨，好朝阳的气温检测报告显示，雍城出现了零下70度的气温。我们要正式考虑南迁的问题了。我们最理想的迁徙时间在这1个半月内，因为再往后延，我们的出行难度将成倍增长。明天我就公布南迁的决定，全员为南迁做好准备。为了在极寒末世求得一线生机，我决定带避难所的2万多幸存者集体迁移到气候最好的赤道线。凡哥，能保证我们去到赤道线后，那里的温度足够我们建立起一个足够大又能自给自足的避难所吗？气象组的分析报告预计，此时的赤道线气温在零下35到40度之间。假设我们在1个半月内才能到达理想地点，那时候当地的气温大约在零下40多度。你们还记得40多度的时候吗？那时候很多户外探索开展起来，比如今将近零下70度，轻松不少吧。第2天，坐拥100亿系统币的我再次化身采购小陈，首先考虑的就是交通工具。陈先生，每辆车都需要安装厕所，再做隔绝冷气保暖处理，所有车厢的对讲系统等等10几项改装。
经过这样的设计后，一辆车可承载65人，总共需要400辆这样的大家伙，剩余的1000多人驾驶战斗车辆、加油车、医疗车、心脏车等等工作车辆。我一看需要花费的金额，特么的，加上所有改装，竟然需要107亿，自己引以为傲的100亿系统币竟然还差几个亿。好在有系统，每天能给自己带来17亿，真的庆幸有挂，否则开展不了一点。目前武装部的步兵战车、轮式装甲车也需要补充，为了确保一路上的安全，我认为每样增加到个30辆，保险一点，毕竟要跨越多国，不知道那边是什么情况的时候，直接明牌比较好。目前我们步兵战车6辆，轮式装甲车2辆，意味着要增加52辆是吧？这么多交通工具，你的那能力没问题。我也不喜欢装逼打脸那一套，有重火力开道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目前武装部整整500人，新来的人员也要配备全套装备了。没问题。周显德离开后，龙市长来了。陈先生，现在新来的2万多人的服装根本不适合长途跋涉，我们得考虑给所有人购买防寒装备。好，统计所有人尺码报给我。一路上的燃油、食品、水等物资，您看是提前准备跟着运输，还是路上到您所说的物资点再补充？如果路上每一件物品都找我，我得烦死。把清单给我，出发前带足1周的量，今后每周补充1次。龙市长得到答复后，立刻出去做事。110多亿都去了，人事部的2个多亿也就洒水。陈先生，柳部长找您。又是个要钱的主。小凡，为了保证医疗设备的运输，我们医疗部也要准备一些车辆，打造移动医院。老师，设备能带走的带走，全部改装到更大的重型雪地履带车上，这个我给您准备。医疗部车辆加上准备的药物，又消耗2.5亿左右。此时，黄叶兴这个曾经的修理厂老板兴奋的脸色潮红，因为他第一次指挥如此多人，近2万人听他指挥改造车辆，所有部门都要给他们的改装工作让步。继电力组的冯宇见后，黄叶兴也开始猜测我有非凡的能力。毕竟末世前谁会储备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但他跟冯宇见一样很聪明，踏踏实实做事，不该问的不问。提出南迁的第一天，我的100亿系统币就没了，而且还差20亿才能满足今天各部门所提出的需求。今日到账16.97亿，请注意查收，余额17.23亿。穷啊！今晚所获得的系统币都不够满足明天开销的。睡得迷迷糊糊的王蒙莫名其妙的被窝，比以往都要暴力。极寒末世降临，我带领雍城仅存的2万多幸存者踏上了南迁的道路。建设部停止了现在这个避难所的建设工作，更为紧张的未来避难所规划开始了。周显德每天带领武装部去户外熟悉坦克、步兵战车、轮式装甲车、重型雪地履带车，还要挑选适合加入武装部的人选进行高强度训练，毕竟他们接下来要护卫一条10几公里长的队伍。如今司机这个岗位也扩展到了900多人，秦越成为了这群司机的领头人。医疗组也不甘示弱，开着配备的医疗车配合武装部出去做户外急救演习。整个避难所此刻仿佛憋着一股劲，一股要跟老天爷斗一斗的劲。2030年9月12日，中秋节，厨房里100名厨师正在烹制中秋家宴。这一场晚宴既是中秋晚宴，也是离别晚宴。明天他们即将远行，离开雍城这座避难所，离开华夏，离开故土。次日早晨，第一辆装甲指挥车驶出避难所，意味着南迁行动正式开始。陈先生，有122人不愿离开。怎么回事？得知事情前因后果，我立刻来到那些不愿离开的人身边。你们干什么？赶紧给我收拾东西上车！所有人默默地低下头，这些人几乎都是残疾人。陈先生，我们之中有医生，有知道维护设备的人，太阳能还在工作，我们只需要关停大部分场所，留下农场和几间住人的宿舍，也能一直活下去的。我们这群废人到了那边也参与不了任何建设工作，不如留在这里守着我们的避难所，万一哪天这该死的末日结束了，你们回来的时候还能有个家。说着，这人带头跪了下来，所有人也跟着下跪。我说过，哪怕你们躺着一辈子，我都能养得起你们。避难所没人瞧不起你们，你们凭什么瞧不起你们自己？你们愣着干嘛？就算是绑，也要把这些人给我绑上车，哪怕少一个人，车队都不会走。这群残疾人之中不乏高官和社会精英，他们对人性自认为很了解，原以为我来见他们只是做个过场，演给其余幸存者看的，可现在看完全没有半点虚伪的痕迹。陈先生都不嫌弃我们，我们还矫情个球。对不起，陈先生，我们给您添乱了。大家赶紧上车，今后当牛做马报答陈先生。早上9点，最后一辆车离开了雍城这座避难。老婆，快来看，那群傻子走了。全都走了吗？我也看看。拿块肉过来，我边吃边看。女人拿过一大块润熟的肉递给男人。这腿是男人的吧？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先吃女人的你不听，男人的腿毛太多了，你又懒得拔。另一个小区的阴暗处，同样有个男人看着离开的队伍。这群人终于走了，整个雍城遍地的肉都是我的，都特么是我的了。车队全部离开避难所后，立刻有人驾车进入避难所，他们渴望能给他们留下一些物资。
这箱泡面是我先发现的，你放手。他们的什么时候了，还先来后到，实力才是硬道理。好，你不让我活，那就都别活。留下的都是一些品行低劣、当初被拒绝进入避难所的人。现在这帮人凑到了一起，谁也不惯着谁，没一会儿就倒下了大半。当气温达到一定程度后，迎接他们的也只有死亡。2万多幸存者踏上了南迁的道路，所有人都畅想着到达目的地后重建家园的美好。可没人知道，这趟旅程将会是一场噩梦。这场祸事真正的底部才刚刚开始。先头部队派出的几辆车3小时前率先到达江州市，经过一轮宣传，这座10几万人口的小城只有21人跟着大部队走。谢谢你们，请问咱这支队伍是官方的哪个部门？你们江州市农建门市长也在队伍中，目前担任我们团队的管理人员，但是我们并不是官方。接着那名战士把我的事迹说了一遍，这自然是宣传部的彭斌交代的，面对所有获救者准备的话术。了不起啊！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当面感谢陈先生。我们目前还有20-30斤食物都带来了，您看放哪里？那名战士一看是各种食物混合在一起的团，甚至有一些不知名的树根，看起来就没有食欲。只不过这名战士并没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要不是遇到我，他连这些都吃不上。几位有心了，先放在这里吧。这些人在医疗车上完成了体检、洗澡、换衣服的基础入伙3项。中午1点到达了中越边境的最后一座小镇关。此时的小队长是徐亮，正在和当地幸存者交涉。我能跟你们的负责人聊一聊吗？徐亮用对讲机跟我描述后，我同意与对方对话。我是这支队伍的负责人，有什么需要询问的吗？你好，长官，感谢您撤离的途中还能沿路救人，不像那些为非作歹的队伍。我们还有不少物资，能换取加入后更优待的条件吗？你在入伙前为自己团队争取更好的待遇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这支避难所是我建设的，所以除了我有绝对话语权，其余都一视同仁，包括辅助我管理幸存者的人员也是如此，不用拿漠视前的眼光看待我们这支队伍。对方被我的话噎得不知说什么，毕竟第一次接触，无法求证。你们冒着暴露大量物资的消息也主动出来见我的人，说明你们很清楚，这一趟不跟我们走的话，以后物资损耗光了也是死路一条，所以你们没得选。我很自负地告诉你们，你们的食物即便再多，对于我们来说不过9牛1毛，搬运对于我们来说很麻烦，留给当地那些不愿走的人吧。这话把他们震惊到了，漠视9个多月了，还敢说这么狂的话，要么是疯子，要么真的有实力。我们有装甲车和重武器，真要动手抢的话，还会跟你们说那么多吗？对方听后立刻知道这次是碰到一条大船了，自己这艘竹排还想跟人家谈条件。对不起，长官，是我多话了，还劳烦您解释，我们这就跟上队伍，以后看我们的表现吧。好，我提前欢迎你们的加入。要不是这一战将会成为出国前的最后一战，我也懒得苦口婆心的跟他们说那么多。我说不动你们，还要陈先生出马，回去我又要挨骂了。多亏是陈先生换了另一个，见你们磨磨唧唧的，没准就懒得搭理你们了。实在对不住，刚才陈先生也说了，毕竟这漠视人心难测。开个玩笑而已，陈先生不会怪我的，带路去你们避难所吧。当徐亮来到他们的避难所后，惊讶更大，因为这座只有几万人的小城，他们竟然存活了600多人。而徐亮的表情看在那人眼里，被解读成我的队伍容纳不下那么多人。徐队长，我们还是开车跟随吧，不过我们没有多少油了。我们的车队特地准备了一批空车，就是为了收容你们这样的幸存者，全上我们的车吧。全部上车，我们这里有35辆车，确定不需要开走吗？我们接下来可能要翻越山脉，你们的车况跟不上的，每人只带少部分行李，或者不带都行，决定离开的准备一下。此时徐亮觉得自己很威风，终于体会到我以前救世主的那种快感。过了一会儿，负责接人的11辆车到了。我们那么多物资真的不带吗？这年头陈先生哪会不知道食物的重要性，他刚才在对讲机里说的话并非是在逞能，你们安心上车便是。当绝大部分人上车后，徐亮遇到了我当初离开避难所的一幕，有几个伤病人员不愿做累赘，又让徐亮过了一把圣人瘾。所有人都要走，我们不会落下任何一个华夏人。2万多人的南迁队伍进入越国境内后，竟遭到不明势力的袭击。报告指挥车，前方发现一个村庄，有些房屋门前有很多报废车辆，大部分都是我龙国牌照。看样子这村庄里的人经常出来干一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受害者大多是第一批南迁的龙国队伍。但凡路过这样的村庄，只要他们的房子里关押有龙国人的，这个村庄的人一个不留。一直到下午4点半，队伍提前了1个小时达到计划的第一个标点，武装部也传来战报，共剿灭7个窝点，里面都关押有我龙国女性，共计97名，其中34名在战斗中被误杀。我的命令可以击杀人质，我不允许自己的武装部成员被对方用人质拿捏。一路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走到了哪里，收留了多少人，
都通过车里自带的对讲系统向所有幸存者公布。如果您不来救我们，原本我们几个完全获得他们信任的人，打算趁着他们熟睡后，点燃他们的房屋，与他们同归于尽的。我们看着一个个被他们抓来的华夏人，男的杀死，女的留下。关押我的那伙人是附近几个村组织起来的恶魔，他们前后至少杀了400多人。救助这些被俘虏的女性，其实我是有自己的私心的。未来避难所建立起来后，人口繁衍也将是一个重点。第二天如昨天一样，一路又收了51名被俘虏的女性。下午4点半到达第二个计划好休息点荣市。小陈，气象部监测到，昨天进入越国境内，平均气温在零下63度左右。今天又向南了200公里，现在是零下59度。看来南迁的决定是正确的。嘿嘿，对于将近零下70度的雍城来说，这里可以称得上一句气候宜人了。凌晨3点，正是队伍睡得最沉的时候，对讲机传来武装部的报告。陈先生，荣氏开出来10几辆车，正向我们靠近。我立刻起身穿衣，赶去指挥车。对方距离太远，我们的热成像仪还看不清对方是什么车，但是对方不开车灯就能行驶，已经说明他们拥有热成像仪，这对手不简单。全体武装部成员早已进入战斗车辆，等待命令。白天他们肯定得知我们的火力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敢摸过来，已经不是单纯的刺探了。我的建议是先靠近对方，先看清楚对方是什么车，再做决定。行，你安排。我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战斗经验，不会做出外行人指挥内行人的行为。随着周显德下达了几条命令后，没一会儿，对讲机传来武装部战士的汇报。他们掉头跑了，我们还在追击，是否开火？请指示。看清对方是什么车了吗？对面也是装甲车。对方能看到我们，说明也有夜视仪，不能再追了。怎么看都像引蛇出洞，继续追肯定有埋伏。我们当务之急是迁徙，对方实力不弱，没必要交火，让大家回来吧。周显德立刻让武装部的车辆回来。既然被对方盯上了，不管对方是什么目的，这里都不安全了，我们现在就离开。车队整装待发，即将撤离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枚炮弹落到车队。周显德顾不得这么多，拉着我上了一辆坦克，开始撤离。被炸得莫名其妙，周显德沉着脸。这时候罗朝龙来到了指挥车，武装部中除了周显德，就属他最有指挥才能。陈先生，各位好。这种时候就不要客套了，说说你的看法。对方白天不敢正面交锋，而是选择夜晚骚扰，说明他们也不具备跟我们正面硬刚的实力。一方面我们没有进入市区招惹他们，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攻击他们，完全没有要打击我们的理由。打了一炮就没动静，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还有别的目的。的确，我们跑了，对他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总不会因为我们是龙国人打一炮解气吧？这时对讲机传来消息，刚才那辆车里的幸存者全部死亡。拥有系统这3个多月来，我一直顺风顺水，哪吃过这样的亏？我觉醒系统以来首次受挫。南迁的队伍遭到袭击，一车66名幸存者全部遇难。报告指挥车，规划路线前方桥梁坍塌，是否改道？这个桥塌陷，我们只能走另一座桥，但是过桥后会进入一处山坳，是这一带唯一的山坳。看来这些越国人对我们的兵法不太了解啊。走另一条桥，但是先不过桥。你怀疑对方在山坳埋有伏兵？不是怀疑，是肯定啊。这段两边是山的路，大概10公里，一旦我们进入，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前有狼后有虎，该怎么办？他们真有实力的话，直接夜晚趁我们不被攻击就好了，只开了一炮，说明他们弹药不足，我们现在只需要围点打援即可。紧接着，周显德开始布置作战计划，数十辆装甲车和步战车毫不掩饰地进入市，5辆坦克炮补对着桥梁，5辆装甲车协助坦克防御。果然，山坳上突然亮起了车灯，看样子是打算过桥回市区增援了。10分钟后，听到了坦克的炮击，说明对方回来的途中被我方的坦克阻击了。紧接着，荣氏也响起了重机枪扫射的声音，市区也交火了。荣氏的兵力的确很少，象征性的反抗一下就投降了。对面桥头回援的车辆被坦克轰了打头阵的几辆后，其他的不敢过桥了。早上7点，荣氏战斗结束，抓获了对方7名俘虏，解救了423名龙国人。但我没有半点胜利的喜悦，一个荣氏只有这点兵力吗？这时武装部把抓到的几名俘虏带了过来。你身上的衣服哪里来的？对方听不懂，好在镇南关的幸存者有几人会说他们的话，翻译给他听后，从你们龙国军人身上扒下来的。你们是越国军人？这人老实了，点头回应。整个荣氏就剩你们了？刚才还老实的人听到这句话破口大骂。周部长他在骂你，骂人始终是不对的。周显德为了维护文明，也少了他一脚。为什么他听到这句话如此激动？我们将近2万人的队伍被你们龙国人杀的只剩下不到100人。所有人终于明白为什么能兵不血刃拿下对方，也知道为什么对方的弹药如此匮乏了。如果他们没有发生过如此规模的战斗，双方的交锋肯定会很惨烈。那人依旧被周显德飞起一脚。告诉他，说归说，不要恶狠狠地瞪着我，我怕。
这里没有战斗过的痕迹，你们在哪里开战的？为什么要跟华夏队伍交战？ QL8 在老挝交界处，至于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上头的命令。所有人被这条消息震撼到，因为他口中所说的 QL8 是越国翻越长山山脉进入老挝最近的道路，也是队伍今天规划的路线。我记得官方当初大转移的时候已经跟越国打过招呼了，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矛盾呢？官方当初带着至少几百上千万人南下，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这场灾难是暂时的，后来都意识到不可能短期结束。随着末世的持续，他们应该渐渐意识到生存空间随着人口增加变得苦难，所以他们反悔了。此时，所有人对接下来的路程开始担忧了起来。你们在山坳里埋伏我们的人，是不是逃到河静市了？8成逃去通海市了。为什么？因为河静市是你们龙国人的地盘。在场所有人一听，心里立刻涌起希望。哼，那伙人比我们还狠，管你们是龙国人还是我越国人，都一样。该问的问题问的差不多了，我眼神示意周显德把这7人解决了。长官，我还没被问话呢，你多踹我2脚也行啊！别杀我们可以作为俘虏为你们带路。对啊，长官，你们不是要通过河静市和通海市吗？我知道他们避难所位置。给这位越国的兄弟安排点吃的。刚才我没踢你，就是觉得你小子是个人才。接下来，我组织大家为牺牲的66人火化。这些人都是雍城带出来的，曾经丽江小区的邻居。处理完这些，与核心人员重新规划路线，再决定怎么走。之后找到一处空地，从系统购买了5辆火箭炮车和装满火箭弹的2辆运输车，总花费超过1个亿。周哥，你安排人带着徐亮、广胜他们练习练习，今后他们的工作就是这几辆火箭炮车。我也有私心，不希望他们冲在一线战场。只不过这几人跟我越熟，就越不心疼炮弹，丝毫不知道节省在那打不欢的任务。爽！4个车厢的火箭弹5000万啊，3个小时就被完没了。这几个败家玩意儿。晚上，所有人聚集在指挥车，商量出结果没？都说说吧。农建文为首的保守派认为，我们目前的武装力量远远不足以面对越国整个国家的力量，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花时间清理 QL8 路线上的车辆和尸体再通过。而周显德为首的激进派认为，不该浪费时间在清理道路，而是直接沿海南下。毕竟赶在气温还没有极端之前建设避难所才是最关键的。我们绕过长山山脉末端的时候，有一条路线距离胡志明市有30公里，对方应该发现不了我们。我一看，激进派都是知道自己秘密的人，浪费至少1个月清理道路是不可能的。到时候哪怕我们到达目的地，当地气温再下降的话，新避难所建设将会加大难度。与此同时，我也否认了激进派的部分方案。你们所说的那条距离胡志明市30公里的路，依旧是进山路，路窄坡陡，我们走那里的话有原路返回的风险。两派人对我双向否决的话语搞糊涂了。接着我说出了让大家都震惊的决策。接下来的行程，但凡遇到城市，我们就先派人去交涉。一旦对方表露出敌意，我们将不顾对方扣押了多少人质，采用火力覆盖开道。现场立刻安静下来。自己这个激进派还是不够激进啊！当放弃道德底线的挂逼出现在乱世，结局可想而知。次日一早，先头部队到达30公里外的河静市郊区后，那名战俘开车独自进入市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送一台对讲机给河静市武装。什么人？快下车！不要开枪，我是来送对讲机的。我的长官想跟你们负责人谈话。战俘说明了来意，对方只当作我的队伍是狐假虎威，正想把战俘杀了。忽然，一声剧烈的炮声在他们避难所1公里外炸响。这一炮让对方老老实实拿过对讲机，然后放战俘回去。我们的目的很简单，通过河静市释放龙国俘虏，否则直接摧毁你们基地。河静市的这名武装头目什么时候被这样威胁过？大哥，他们要求释放俘虏，说明他们不会真的开炮，否则俘虏不就跟着一起死了？是啊，他个鸟啊！咱们的重机枪也不是吃素的，大不了鱼死网破。既然你们要过去，我们不阻拦便是。大家都是龙国人，何必如此？人质我们是不可能交出的。如果诸位要硬攻，我们奉陪到底。几公里外，5辆炮车一字排开，炮管指向那片武装分子控制的市区。发射！周显德一声令下，5辆火箭炮车同时发，200枚火箭弹如雨点般爆炸的火光，1平方公里瞬间被夷为平地。随着火箭炮发射结束，南迁队伍继续上路。红海市那名俘虏再次独自驾车进入，这次他不像上次那样害怕。想过去，首先得缴械，然后过路费1辆车算200斤食物，俘虏1个人头算100斤。对方很强势，提了一堆不合理要求，否则双方将会开战。总之就是没法谈。于是，同样的这方再来一个。只不过对方的规模比河静市更大，
足足花费了我8000万系统币才把那个范围给覆盖了。接下来的5天，队伍向南推进了700多公里，路上的11座城都以之前的方式一路飞。虽然花费了3个多亿系统币，但是这几天我也积累了将近200亿系统币，所以这点开销不算什么。我们下午就会到达胡志明市，各位怎么看？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城市，拥有过近1000万人口，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要想像之前那样彻底摧毁这样一座城市，根本就不现实。还有个问题，这里的平均气温在零下46度，意味着这里有可能还有卫星覆盖。最后决定，车队暂时在此地驻扎，几十辆装甲车分布在周围10几公里范围内。一旦有人看到这支车队，即便是平民，为了他们不回城告密，也直接解决掉。然后派2队人分头行动，一队靠近胡志明市观察情况，另一队进山探查另一条支路。只要这条路走得通，我的队伍就能绕着胡志明市100公里以外的道路继续行进。而我也跟着进山的队伍变出防空设备，应对明天白天过后的一切安全隐患。